海峡两岸的距离不远，穿梭海峡的历史很长。1万多年前的冰河时期，海水下降，台湾海峡因此成为陆地。大量华北及华南地区的哺乳动物群走过海峡路桥来到台湾。远古的大陆猎人追逐动物东迁而来，他们应该就是台湾史前最早的人类。濒临太平洋的东部海岸，台东长滨乡八仙洞发现了台湾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它属于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这里的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3万年前，人类已经到达台湾。学者认为，长滨文化人应该来自华南地区，但在5000年前突然消失。大约1万年前，冰河期结束，海水上升，覆盖陆地，形成台湾海峡。台湾从此与大陆隔离，成为汪洋中的一座岛屿。大约在6000到5000年前，一群善于航海的人类，划着独木舟冲破海浪，从海峡对岸来到台湾西海岸，在今天的新北大笨坑上岸落脚。台湾由此诞生了大笨坑文化，它标志着台湾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到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一开始呢，大概主要是在台湾的西海岸，然后慢慢的向全岛去扩散，变成非常多元化的台湾的史前文化啊。那么大笨坑文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呢，就是很多学者认为呢，这个文化它很可能就是目前台湾原住民的一个最早的祖先。在汉人尚未移居台湾之前，岛上居住着台湾原住民，他们以一个个互不相属的部落和族群分布于平原山区。今天台湾2300万人口中，他们大概占2.1%。台湾原住民因为他的语言和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很多讲说南岛语族的讲的语言基本上属于同一个语言所以呢，台湾原住民它是属于南岛语族的一部分。南岛语是世界上唯一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一个大语系，分布地域相当宽广。澳洲学者贝尔伍德认为，南岛语是从台湾扩散到东南亚的，但台湾并不是南岛语发源地。南岛语的祖先在距今5000到6000年前从福建来到台湾，他们在台湾发展出语言学家今日重建的原南岛语，并保持沿海经济超过1000年，直到约4000年前迁移到菲律宾北部，携带着他们传统的农业、制陶和航海等技术。好聪明啊！这是台湾海峡，台湾海峡它的对面就是大陆的什么省？福建。我们从这里过去，如果现在的那种有机器的那种航车，大概现在只要几个小时4到5个小时就到大陆了。好，所以呢，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孕育出新石器时代的海洋族群，与台湾大笨坑文化同类型、同时期，甚至年代更为久远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在福州、闽侯、潭石山、平潭岛、壳丘头等等多处发现。2001年，位处闽江出海口的马祖亮岛，先后挖掘出2具亮岛人骨骸，经过测定，分别为距今8300年和7500年，确认与今天的台湾原住民以及东南亚的南岛语族有着母系血缘的亲缘关系。这一个重大考古发现，使得中国大陆东南成为现今南岛语族起源地之一，这个理论更加坚实。而台湾近年的一次考古大发现，
则进一步揭开台湾南岛语族的始祖大坌坑文化的源头之谜。1996年，台南科学园区破土动工，台湾规模空前的抢救考古工程随之启动。那么我们在那边进行了有15年的抢救考古工作啊，发现大量的这些各种不同时代的这些文物，它的数量可以100万计的。其中年代最早的年代呢，大概是在5000年这个左右，我们叫大坌坑文化。5000年前，南岛语族先人的生活面貌终于在今天展现。他从大陆来的时候，他已经有农业了啊，他也会养动物啊。他们精心埋葬了一只狗，5000年前家中养的狗。他们带来了原始的农业技术，种植小米，也种植稻米。他们居住在海边，过着渔耕狩猎的聚落生活。他们擅长烧制陶器，被称为粗绳纹的红衣陶器。大坌坑文化里面最精彩的是它的陶器啊，它几乎每一件陶器上面都有这个波浪的纹的这样一种花纹啊。那这个反映出来的当时人类对于海洋的这个喜好啊，对海洋的这个适应，这些整个的器物上面都反映出来，这个文化它就是一个海洋文化啊，它就是从大陆的这个广东、福建，然后移民到台湾来，它跨过海洋来到台湾啊。那么这个文化从大陆到台湾之后呢，然后慢慢的发展，可能是一部分从台湾出去的，成为整个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的它分布的一个源头。那有一部分人呢，就继续的在台湾呢，就生存、发展、演变，到最后呢，变成现在台湾原住民。如果说来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以大坌坑文化为代表的南岛语族先民，开启了台湾5000年前的史前时代，那么400年前涌动而起的汉族先民过台湾的浪潮，则是中华文化被视为进入台湾的历史开端。此后数百年间，台湾经历了被荷兰、西班牙占据的荷西时期，郑成功开创的明郑时期，长达212年的清朝时期，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日据时期，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华民国政府光复台湾。这座岛屿历经沧海桑田的变迁，走到今天，往事已经远去，甚至变得缥缈无疾，但亲历这片土地，依然令人觉得祖先血脉沧桑成就的过台湾历史历历在目。距今400多年前，明朝万历末年，泉州府南安县石井村少年郑衣冠出海了。那时，村里的父老乡亲，谁敢想象郑衣冠后来会摇身成为台湾海峡的一代霸主郑芝龙，并且有个更有名的儿子郑成功。郑衣冠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少落魄，从小习海事，性情易荡，不喜读书，有履历，好权棒。在泉州当小官吏的父亲郑世表调教无奈，只好让他带着2个弟弟前往澳门，投靠在那里经商的舅舅黄成学做生意。不仅仅是郑衣冠，出海是这个与海为邻的村庄几乎每家每户的选择。这部石井郑氏族谱投射出明末社会动荡不安的样貌。与郑衣冠同样前往广东、澳门的人数众多，
1557年，那里成为葡萄牙的租界地。再不然就是去吕宋、马尼拉。1565年，它成为西班牙殖民地。许多人去了澎湖，这是从闽南前往台湾的必经之地。正式的族谱就反映墨龙、福建、闽南沿海这一带的一种生存状态。因为我们福建省是一个多山又沿海的这么一个省，它需要去开拓更多的生存空间。然后另外一个因素，就明末那个时代，就是16、17世纪，实际上人类历史进入所谓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最先来到，然后是西班牙、英国、荷兰也接踵而来，在日本平户开了商馆。那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刚好就应和我们福建人、中国人已经有的这种航海的经历、航海的传统，所以在那个时候，福建沿海的居民往海走，就变成是连先富鸡蛋的潮流所汇成的一种牵引。汪洋中的这座岛屿，于是就在这东西交汇的大航海时代，逐渐揭开了缥缈神秘的面纱。这里是澎湖，它位于台湾海峡之中，西距厦门75海里，东面离台湾岛最近处只有24海里，是东亚海运的咽喉部位。晚风轻拂澎湖湾，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大家因为一首外婆的《澎湖湾》而熟悉亲近它。坐在门前的矮墙上，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有多少人会想到这里与台湾是怎样的息息相关？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1604年，明万历32年8月7日，一个台风天，荷兰东方舰队副司令维麻郎率3艘军舰进抵澎湖，登陆妈宫，今天的马公。维麻郎到来的时候，正好是明朝军队对澎湖的守备空档期。因为明朝有所谓的春汛跟冬汛，它刚好在交接的时候，所以说没有军队驻扎在这里，它很容易就上岸了。上岸之后呢，当然把澎湖就占领了。维麻郎一面伐木逐社，做长久居住的打算，一面派人到福建要求互市通商，用炮舰占据他国的一块领土，以达到通商的目的，是西方海上强国的一贯手法。西元1588年，荷兰人经过多年的武装反抗，宣布脱离西班牙的统治，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这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此，这个雄心勃勃的欧洲小国迅速崛起，成为大航海时代后来居上的海上马车夫。1602年，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成立联合东印度公司，开始积极向亚洲扩张。荷兰人来到亚洲以后，就一直想在东方中国的沿海寻找一个据点，去直接跟中国进行贸易。这就是维麻郎率领荷兰舰队占据澎湖的目的。荷兰人的到来惊动了朝野。大明王朝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末期，表面却依然风光。万历皇帝出京谒陵的这个阵仗，气势何其盛大，但几支远道而来的西方舰船，就引起了一片恐慌。那时候明朝政府正在风雨飘摇，他们已经是腐败至极。但是澎湖这个地方是明朝军队的训地，就是军事基地，那再怎么样都不能够就被他占了。
1604年11月间，战功赫赫的吴语水战新一把总沈有容去了澎湖，福建当局已经做好不惜一战的准备，50多艘战船紧随沈有容前往，20多天内2次谈判，唇枪舌剑。面对荷兰人开战的威胁，沈有容做出回答。他当时呢就跟这个维马郎讲说，你应该有听说过我这个沈有容呢在东方把倭寇呢杀得整个海水都变红色的事情。这事发生在2年前，1602年冬季，沈有容率领21艘战舰出师东番台湾，将一股侵害当地的倭寇一举剿灭，凯旋而归。这场景或有如这幅明军灭倭凯旋图。沈有容的军威镇住了荷兰人，维马郎明智的选择离开。当年你来我往的角力，唇枪舌剑的交锋，都凝结到澎湖天后宫这一块陈旧斑驳的石碑上。占据澎湖131天的红毛番荷兰人，被明朝将军沈有容御退。这块400多年前的古碑被公认为台湾历史第一碑。沈有容1602年前往东番剿灭倭寇时，福建连江籍的退役老将军陈第志愿随其前往。陈第以他在台南一带20天的经历见闻，写出这篇《东番记》。《东番记》它就确实的汉人在台湾的情形，而且了解当时台湾西岸有很多地名啊，从这些地名我们就了解汉人在那边都已经来过，要不然不会出现那些地名啊。400年前的《东番记》是台湾早期历史，特别是先住民文化习俗史的一篇重要文献。而有关台湾历史的文字记录，在17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我们讲台湾自古以来呢，所以中国明确地记载了大陆的人到过台湾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3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在三国的时候，那么以后呢一直没有断。三国时期，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成书于1700多年前，这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台湾的文献，其中的宜州指的就是台湾。《三国志·吴书》记载，三国黄龙2年，就是西元230年，吴王孙权遣将军魏温、诸葛直率1万名官兵浮海东渡，直航宜州。数百年后的隋朝，台湾则被称为琉球。从隋大业3年（西元607年）起，隋炀帝曾经3次派人员或大军过海到琉球。西元12世纪中叶，南宋政府将澎湖地区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派兵驻守。元世祖至元18年（西元1281年），元朝在澎湖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巡检司，一直延续到明朝初年。明嘉靖42年（西元1563年），因为实行海禁政策而一度废止的澎湖巡检司重新设立。此时已经是大航海时代，西方人进入东方水域。据说在1544年，葡萄牙一支船队驶向日本，途经台湾洋面，远远望见岛上山川雄秀，林木葱茏，不由得发出 Formosa 的呼喊，也就是美丽岛的意思。后来这便成为西方人对台湾的另一个称呼。西方早期的地图，北回归线上的台湾被划成了3个岛。
差不多时期的明代航海图在澎湖之东准确画出了台湾岛，那时它被称为北港。1590年代，我们明朝的这个官方文书上都已经出现说当时福建的人往返澎湖，互市北港民人日往如雾。当时的北港就是台湾全岛日往如雾，很多人都前往台湾了一种是打鱼的，这移民另一种呢做买卖的，但是最多的呢所谓海客。这个海盗呢，后来被围剿，他们就跑到澎湖。那在澎湖呢，再围剿，就跑到台湾。比如说这个林凤等人，林道乾常常逃到台湾来。这些人呢，实际上今天来看就是一些武装走私的集团那么他们武装走私呢，这个如果在大陆上面，因为大陆肯定是官府要镇压的了，所以他们就在海外找自己基地。一个呢在日本，还有找的基地呢就是台湾，所以往往以他们基地就聚集上万甚至好几万人。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郑芝龙、严思齐，他们就在今天台南附近，在北港就建立了自己的基地。云林北港原名笨港，有一种说法，这里是开台先驱严思齐、郑芝龙的登陆之地，因此北港民众为他们树立起这座纪念碑。严思齐，漳州府海城县人，据清康熙年间泉州人江日升的笔记小说《台湾外记》所在，此人身体雄健，武艺精熟，早年因遭宦家欺凌，挥拳打死其仆人而出逃日本平户，以裁缝为生。凭着仗义疏财的豪侠性情，成为平户华人圈子里远近驰名的人物。按台湾外记所在，严思齐、郑芝龙等28位结盟兄弟，是在明朝天启4年（西元1624年）从日本平户到台湾的。而康熙24年（西元1685年）最早的台湾府志记载，严思齐和郑芝龙早在明朝天启元年，也就是1621年就屯聚于台湾。严思齐入北港，逐寨以居，政府土藩，分训所部更列。云林县水林乡的盐厝寮，有人认为是严思齐建的北港石寨主寨所在地。当年居在这里的，据说大多是从漳州追随严思齐前来开垦的严姓乡亲，村子因此得名。这口七角形的古井，形状独特，年代久远，村里人说它是随严思齐前来的先民开掘的。今天的许多学者认为，嘉义豪美里这个当年叫做王港的地方，才是台湾最早的汉人聚集区。那时被称为海盗头子的严思齐和他的接班人郑芝龙是这里的统治者，而建立这个台湾大本营的幕后推手是李旦。李旦成为平户最大的富商，西洋文书称他为安德瑞·迪提士，或中国贾必丹，也就是华人领袖。严思齐作为长期平户的另一个华人领袖，与李旦强联手，结成商业同盟。早年在澳门学做生意的郑衣官也辗转到了平户，他结识了严思齐，同时投靠到李旦门下，认李旦为义父。李旦成为郑衣官日后发迹的大恩人，据说连郑衣官的亲事也是他撮合的。郑衣官娶的是一个平户女子，名叫田川氏。平户英国商馆馆长考克斯在他1618年的日记中记载了最近2-3年中国人开始在台湾进行贸易的情况。
其中写到，安德瑞迪提士李旦与他的弟弟贾碧丹华、欧阳华宇，无疑是在当地进行私自贸易中最大的冒险投机者。据考克斯日记等文献记载，从西元1614年到1625年11年间，李旦的18艘商船中有11艘是航行台湾的。从1615年开始，日本德川家康政府为了扩展海外的贸易，开始发放所谓的朱印状。一张盖着大红印章的状纸，如同今天的出境签证，船只持有这份朱印状才可以出海贸易。而李旦凭着与平户岛主德川家族建立的特殊关系，成为能够领有朱印状的少数人物之一。掌控台湾基地的严思齐因此在闽浙沿海威名远扬，年轻的郑伊官也开始经营海上事业，出入于台湾，成为李旦和严思齐的得力帮手。所以李旦、严思齐、郑芝龙这些人后来都变成早期开发台湾，就是在荷兰人到达台湾之前，早期开发台湾的一些重要的闽南商人。荷兰人又来了。明天启2年，西元1622年6月，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再度侵占澎湖。与18年前维麻郎相比，这次声势大得多，来了7艘军舰，近1000名士兵。舰队司令雷尔生下令在澎湖筑城，试图把澎湖作为他们与中国通商贸易的永久性据点。1619年。荷兰人击败了英国人在印尼的势力，取得了雅加达，他们把它取名叫做巴达维亚，在那边建立他们的殖民总部。他的新任的总督叫做科恩，积极的就谋求开始他的亚洲的发展战略。科恩，荷属殖民地巴达维亚的铁血总督。科恩总督发出指令，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中国法律与国情，与中国的贸易根本无法用和平的方式取得，因此我命令部下，中国人如果不给我们方便，又不愿与我们通商，我们就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在各地攻击他们。当荷兰人提出的具有澎湖、与中国直接通商等要求被福建巡抚商周作拒绝之后，雷尔生当即下令对明朝开战。1622年10月，荷兰舰队开始在漳夏沿海袭击明军，抢劫烧杀，大肆掳掠沿海居民。荷兰人在澎湖的第一座城堡就建在这座山头。他选在蛇头山建立了西洋式的城堡，上面架设29门的炮，另外还有兵营，还有一些粮仓。丰贵尾蛇头山，数以千计被掳掠而来的中国人最先被集中在这个地方，建造第一座荷兰城堡，然后又在红木城、瓦洞等处建第2座、第3座。据巴达维亚总督卡本特的叙述，在澎湖集中了1150名中国俘虏，其中1半死于伤寒、病痛、贫困和强迫劳动，剩下的571人由荷兰船运往巴达维亚。到达后的幸存者只有33人。那时大明王朝气数已尽，但面对东南海疆危局，就连这位成天只热心于木匠活、对朝政不管不问的天启皇帝，都发出将红夷作速驱除的圣旨。从天启2年（西元1622年10月）开始，明荷战争在夏漳沿海地区断断续续打了1年多，荷兰损兵折将，
当年的战地厦门，山海间的这些石头，留下了明朝将士抗击红夷的点滴记录。明天启4年，西元1624年正月，福建水师2000将士进兵澎湖，双方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平湖岛的李旦认为，这样双方如果僵持下去，并不是一个办法，所以他就派了郑芝龙到澎湖去，替他担任通事，也就是翻译这个职务，希望能够协调明军跟荷兰人之间的关系。在海外闯荡数年，郑一官熟悉了荷兰、葡萄牙语，但他的身份也仅仅是个小翻译而已。与荷兰人有着多年商贸往来的李旦，才是明荷双方都看重的关键人物。李旦他也到了澎湖，展开这种斡旋的行动。我想这个李旦是居间起到作用的。经过这个讨价还价，还有明朝派出水师大兵压境的这个情况下，荷兰人最后终于在这一年的夏天退到了台湾。1624年，明天启4年8月，荷兰人从澎湖撤往台南安平。当时这一带叫做大园，是台江内海西岸的一片沙洲。这些沙洲犹如浮现在海面上的鲸鱼，因此便有了形象的叫法“鲲身”。7个鲲身由北往南一字排开，向台南赤坎延伸。台湾这个名称最初指的就是大园这片沙洲小岛。那荷兰人来到这边，就开始在一鲲身，我们现在叫做安平这个地方盖热兰遮城，再从这里往东，大约5公里左右，那是一大片的土地，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赤坎。第2年1625年，荷兰人就往那边走，就在那边海边盖来一个普罗民遮城，就是现在我们叫做赤坎楼那个地方。按这幅1626年荷兰人大园港口图的标记，赤坎这一带是汉人移民和海盗的村落。左下角的文字显示，当时台南一带共有荷兰人338名，日本人160名，汉人数量最多达到5000名。这幅图是西班牙人所画，是献给西班牙国王的，大概也是一张军事情报地图。荷兰人占领大园之后，吕宋的西班牙人大为恐慌，如此重要的位置被死对头荷兰人控制，对西班牙人的北上贸易将造成巨大的威胁。1626年，明天启6年5月，西班牙舰队占领了今天的基隆，此后又占据了淡水，形成西班牙在北台湾的势力范围，在此统治了16年。台湾海峡开始弥漫西方列强争霸的硝烟，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此时被推上了台海争霸的历史舞台，他就是郑芝龙。在1624年这年夏天，郑芝龙跟着荷兰人从澎湖撤退到了台湾西南部的大园，荷兰人派他建立起一支武装船队，配合他们的联合舰队巡逻台湾海峡，阻止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船只北上日本去跟日本人做贸易，这是一个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在台湾海峡上阻止从福建到马尼拉跟西班牙人做生意的福建民间船只南下，抢他们的东西，不准他们跟西班牙人贸易，所以后来史书叫他是海盗。但是第2年，荷兰人发现郑芝龙跳槽，自己当老大，他就离开荷兰人，自己拉起了自己的船队，结果势力比荷兰人势力还更强。郑芝龙之所以自立门户，是因为天启5年，西元1625年，发生了2场让他意想不到的大悲大喜的变故。先是在秋季9月，严思齐率部到诸罗山（今天的嘉义）捕猎，不幸染病身亡。同一年很巧的就是李旦他回到了日本，这一年呢，大概10月份吧，在日本平户去世。
那嘉义的王港这块基地等于全龙无首。失去首领的王港群雄，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推举郑芝龙为新盟主。李旦在台湾的雄厚资产也被郑芝龙收入囊中。30而立的郑芝龙，顿时坐拥巨大的财富和强劲的人马。郑芝龙是继严思齐之后，然后以台湾为大本营。郑芝龙竖旗招兵，跟17个闽南海上豪强结拜为18支，相当于18支武装船队的先锋首领。他的名字也由此从衣冠改为芝龙。郑芝龙屯兵台湾，经营海上，纵横闽粤，易道易商。福建沿海地区大批民众投奔而来，台湾大本营势力不断壮大，达到巨艇数百、巨徒数万的规模，相当于出现了一个以剑雏形的汉人政权。沧海桑田，当年风帆云集、人马喧腾的王港基地，今天变成这片宁静的好美里田园。只有王港太圣宫里一尊特别的神像，保留下那段历史的印记。阮这尊是这个明朝妈祖，是这个1602年，到今已经有400多年，这是历史有记载。这是台湾最早的妈祖像，印证着明朝末年汉人就在这里拓垦定居、开庄立庙的古早往事。伫明朝的时代，这是一个足繁华的这个庄头，要开发一个叫做外高庄，一个18节，这拢是郑芝龙伊来开发的这个庄头，伊就对这大头慢慢地分出来。郑芝龙在台湾开创出先人基业，但当年他被视为东海最大的海盗。简单的说，就是官方认为他们是海盗，他们自己认为是商人，就是不合法的商人。在大航海时代，就是中世纪末期，海商跟海盗是没有区分的，是一个人的两面性。他如果能够做生意，他就做生意；不能做生意，他就抢。海禁严，商就变成盗；海禁宽，盗就变成商。全世界如此。郑芝龙日益壮大的海上武装，在闽粤间呼风唤雨，民政府对其无力剿灭，只好转而招安。终于在明崇祯元年（西元1628年9月），郑芝龙接受了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抚，离开了台湾。明崇祯元年（西元1628年9月）的某一天，少小离家的郑芝龙从台湾回来了。他率部众3万多人，船只1000余艘。郑芝龙回来的时候，正逢大灾之年，福建连续3年遭遇大旱，饥民无数。这事让福建巡抚熊文灿一筹莫展。刚从台湾归来的郑芝龙给出了一个办法，召饥民赴台垦荒。也有一些人提出过质疑，当时的福建省饥荒的情况那么严重，然后呢，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牛？数量无从考证，但福建当时确实发生灾荒。在这种情况底下，郑芝龙把福建沿海的饥民移送到台湾开发是完全可能的。虽然呢，不一定是每个人给这个银3两，还3个人给牛1头，但是呢，这些基本的开垦所需要的经费，由郑芝龙等等来提供。我们的答案也是肯定的他的这个经济实力是非常的强大他完全有这个能力来组织。那么呢，
郑芝龙跟孙文灿在崇祯年间的这一次移民，这是第一次由中国政府来组织的这种有计划的移民。这座城名叫热兰遮城，是荷兰人统治台湾和对外贸易的总枢纽。热兰遮城呢，大概残存的最大的一块就是这道墙。那当时他们荷兰人在这边主要跟西边的福建大明帝国做贸易。那时，来自中国的生丝和瓷器是在欧洲市场上能够赚到巨额利润的超级商品。荷兰人在台湾这38年中，有1450万件以上的瓷器，就从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台湾分公司的这个仓库里面运销到全世界去。不过，贸易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荷兰人的手里。做生意，你要取得商品或是卖出商品，都要有当地的人来帮你做中介嘛。那郑氏家族其实是他们所有的中介里面的最大的这个中介商嘛。荷兰人的生意时时要看他们往日的小翻译郑芝龙的脸色了。那如果说郑氏家族不甩他们在这里的意义就没了。郑芝龙的海商集团雄踞安平，称霸台海，隔海相对，郑荷双方都要掌控台湾海峡的贸易主导权。荷兰的目标就是以台湾为基地，直接到东南亚海进行贸易。郑芝龙不容许，你要留这个货物我来供应，那这样可以操纵价格啊。第二个，日本与安平的贸易绝对不允许荷兰人插手。那么也就是说，荷兰人他只能在台湾了，其他对日贸易、对这个大陆的贸易都在郑芝龙手中，所以荷兰人很恼火。历代的荷兰人的总督对这个都非常恼火。巴达维亚的荷兰总督决定以海上掠劫的方式逼迫明朝答应其自由贸易的要求。荷兰海军派出几十艘最新式的炮舰，联合中国海盗刘湘，组成一支庞大的舰队，开始对福建沿海展开攻击。明军被迫应战。崇祯6年，西元1633年，金门廖罗湾海战爆发。明朝水师出动了数万之众，以郑芝龙为前锋，面对荷兰巨舰的强大炮火，曾经的海贼王郑芝龙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打法，即小船攻大船，贴近放火。当然，这种玩法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批敢死队，而江湖大佬郑芝龙早用他的江湖义气和最高赏格，把士气调整到忘乎生死的亢奋状态。这一场战斗，郑芝龙是获得了大胜。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击败欧洲的强大的舰队，所以郑芝龙从此在整个西洋人当中一战成名了。从此他成为真正的台湾海峡的霸主。海峡按郑芝龙的规则建立了秩序，荷兰人也只能遵守这个秩序了。其实这并非坏事，福建海商可以稳定地将荷兰人需要的货品送往台湾，再由荷兰的船队输往欧洲，台湾也就从这时期开始，逐渐成为东西方转口贸易的枢纽。从这张热兰遮城全景图，可以见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商船停泊在大园港的景象。海上平静了，通往台湾的船只和移民也日渐多了起来。荷兰人的热兰遮城日志留下了诸多这方面的记录。荷兰人乐于见到汉人劳力的到来。台湾当时的嘉南平原适合种植稻米和糖，所以他要将台湾发展农业作为他在东方的粮食基地。那为了这个缘故，他大概1635年前后开始鼓励汉人来台湾耕垦啊。那脱垦速度也很快，就是
发展糖业和稻米。这幅赤坎地区农地与道路图显示，赤坎也就是今天的台南市开垦出了大片农田，这表明善于耕作的汉人已经大批的进入了台南地区。西元1642年，荷兰人北上攻陷基隆，结束了西班牙在北台湾16年的统治。西班牙人传教化名的天主堂被改建为荷兰的安东尼堡，台湾人称之为淡水红毛城。荷兰的势力延伸到北部，进入其统治台湾的全盛时期，但盛极而衰。他叫郭怀一。郭怀一是汉族移民的首领，有材料说他是原来郑芝龙的部下，后来郑芝龙投降明朝了，他留下来等等。郭怀一留在台湾，居住在赤坎一带从事开垦。他是组织大陆移民到台湾垦拓的重要人物。前往台湾开垦的大陆百姓日益增多，因此荷兰人征收的人头税也越来越狠。你想想看，12年间税收可以增加15.15倍，那汉人增加不到1倍，那税是非常非常的重。然后他征税的方法非常粗暴哈，他的士兵非常歧视汉人，所以最后这个汉人是忍无可忍哈。1652年9月7日，忍无可忍的汉人由郭怀一领导发动起义，他们攻占了赤坎，并准备夜袭热兰遮城，把荷兰人赶出台湾。但起义迅速被镇压了，郭怀一中弹阵亡，荷兰人大开杀戒。汉人死亡人说是3-4千人啊。那当时在台湾的汉人、荷兰人的估算是15000人到2万人，也就是5个汉人就1个人被杀害啊。那这个是血流成河，非常非常的残酷。郭怀一起义是荷兰统治台湾38年的一个分水岭，起义被镇压了，但是荷兰人在他们的统治也进入了末期，摇摇欲坠。那从此以后，荷兰人也不断传言哈，郑成功要来攻打台湾，弄得他非常心神不宁了哈。1661年9年以后，那这个噩梦对荷兰人实现。1661年的4月30号，荷兰军一觉睡醒了，突然发觉从北边的沙洲跟另外的沙洲中间，密密麻麻的400艘船，国姓爷25000大军就从那边打过来了。荷兰土地测量师菲利普梅记录下这个惊天动地的场景：敌军全副武装、士气高昂的越过高地，击鼓吹管行军而来，其中有几个骑马的，他们的军队有数不完的漂亮丝质旗帜帆流，头戴光亮的头盔，手握大刀，在普罗明遮城北边扎营，在那里搭起上千个白色帐篷。这是1661年4月30日，台湾历史的一桩大事件从这一天发生。1624年8月26日，日本长崎平户，一个名叫田川氏的孕妇在千里滨海滩捡拾文贝，她突然感到阵阵腹痛，于是避入一块大礁石后，在阵阵涛声中生下一个男婴。
此时，婴儿的父亲郑芝龙正在澎湖给荷兰人当翻译，而荷兰人恰巧也就在这一天开始从澎湖撤往台湾。谁能想到，就是这个在海滩上匆匆降临的孩子，37年后竟然挥师数万东渡海峡，一举将荷兰人逐出了台湾。孩子原名福松，在日本生活了6年多。明崇祯3年，父亲郑芝龙把他接回到泉州安平老家，给他取了个大名，叫做郑森。一条安平桥连接着晋江安海与南安石井，这里就是郑森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郑芝龙当时呢已经非常的辉煌腾达了，而且呢有非常的多的资源呢，那对这个大儿子呢，他寄予无限的一个期待。这里据说是少年郑森曾经的读书之地。郑芝龙自己当年不屑科举，现在却希望儿子好好读书，走科举仕宦的路。他不惜重金为儿子聘请名师。郑森7岁开蒙受教，既习文又学剑，15岁成为南安县学的秀才。21岁跟随带兵的叔父郑鸿逵到南京，成为国子监的太学生，并且有幸被江南大儒钱谦益所赏识，收为弟子。15年时间，郑森享受着父亲一手替他安排的最好的教育，算是饱读了儒家经典。那你读这些四书五经，就必须要有一些主要的主轴，叫做忠孝节义。但是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19、20岁连续2次到省城考举人，都落了榜。因为他在考场外一副年少轻狂的公子哥样，惹怒了主考官。这幅画像，郑成功画像，是我的祖先从很早以前就留下来了。南安石井的郑氏后人世代珍藏，保留住了这幅祖先画像。在家乡画师的笔下，郑成功方脸大耳，一派富贵相。当年他的确大富大贵，算是福建头号富二代。很难想象，如果不是经历了后来家国巨变的惨痛，郑森能够成为后来的郑成功吗？大明王朝走到了末路，山海关外强悍的后金成立了大清国，秣马厉兵，虎视大明万里江山。关内农民起义相继爆发，烈火燎原。西元1644年3月19日，闯王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克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悲怆地吊死在紫禁城后的梅山。一个276年的王朝就这样结束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当崇祯皇帝上吊的那一天开始，郑成功他的命运，包括中国的命运，包括太多人的生死的命运都改变了。闯王李自成虽然顺利拿下京城，登基大位，但眨眼之间，他的帝王梦就被从关外浩荡涌入的清军碾碎了。中国历史进入改朝换代的血色年代。大明王朝的悲剧还没有完全落幕，南逃而去的文武遗臣们拥戴明宗室重建政权，先后在南京、福建、广东等地扶起了几个小王朝，苟延残喘了18年，史称南明。郑成功登上了南明的历史舞台。1645年农历闰6月，明太祖朱元璋的9世孙唐王朱玉建在福州登基，改元隆武，成为南明的第2个皇帝。从南京回到福建的郑森随父亲前来觐见隆武帝，一见之下，隆武帝大为欣赏，抚其背曰：“可惜朕没有女儿嫁给你呀。”当场赐他以明朝国姓朱，更名为成功。此后，郑森的名字变成了朱成功，但人们都习惯称他为
国姓爷或郑成功。郑成功对隆武帝深怀知遇之恩，朱玉建在明末宗室算是少有的廉政清明人物，怀抱一腔忠心宏愿。但这个王朝全靠郑芝龙家族的财力和军力所支撑。郑芝龙最初的算盘，则是把隆武帝滞留在闽北的延平，辖明王氏以自重。西元1646年6月，在清兵铁骑逼近福建的关头，作为隆武朝三军主帅的郑芝龙，将部队从闽北北部防线全部撤回闽南老家安平。郑芝龙他要保存势力，以至于整个福建就颠覆了。8月，清军兵不血刃进入福建，隆武帝从延平仓皇西逃，最终被清兵追杀于闽西长汀。11月，郑芝龙由安平去了福州。这个海盗兼海商出身的精明人，早已和清军暗通款曲。清朝承诺给他3省王爵的高官厚禄。当年以海上巨盗的身份投降明朝，郑芝龙押对了宝。那么郑芝龙想到还是来做一次投机，但是这一次投机他失败了。郑芝龙到福州后，受到清军盛大欢迎，但随后他就身不由己了。清军将他挟持北上，叱咤东南海疆20年的一代枭雄，由此踏上不归路。他被幽禁京城，被流放东北，16年间成为清廷以父挟子的工具，受尽屈辱和恐吓，生不如死。郑芝龙当决定要投降清朝的时候，一直在游说他的儿子跟着他一起去，那郑成功呢坚决不准。父与子在改朝换代之际分道扬镳，势不两立。郑成功给父亲回了一封信，这是一篇断绝父子关系的宣言，用词已经相当决绝。从来都只有父亲叫儿子要忠要孝，从来没有儿子要叫父亲要忠要孝的。今天你执意如此，那当然我们关系也就这样子了。改天如果您发生了不幸，我也只有缟束相送了。灾难接踵而来，郑芝龙刚一降清，大队清兵就涌入安平。在金门的郑成功闻讯，随叔父郑鸿逵的队伍急忙杀回，但已经晚了。安平城破，惨遭洗劫。郑成功挚爱的母亲田川氏自强身亡。田川氏那年45岁，从日本平户来到安平，刚1年。郑成功伤心到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把他母亲的尸体挖出来，把这个肠子他洗干净，然后再缝好，再埋葬。这个看得出来就是要发誓报仇。这里曾经有一座文庙，据说郑成功厚葬了母亲之后，来到此地祭拜孔子。其为孺子今为孤臣这个讲的说我没有办法，因为遭遇这样的大变，那我只有一心反清朝了。祭拜完孔子，脱下身上的学生服，也就是青衣长衫，一把火焚烧了，然后竖起一面大旗。本青衣举义志，从那时就展开了17年在沿海的抗金事业。郑成功打出的旗号是明朝招讨大将军，这是隆武帝赐给他的封号，郑成功终身以此自称。厦门鼓浪屿，这个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岛，成了郑成功最初的根据地。
那时他22岁，手下不足100人。在当时各路抗清武装中，这是一支不太有人瞧得上眼的队伍，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队伍和地盘在一天天扩大，根据地从小小的鼓浪屿扩展到金门和厦门。1655年，郑成功将厦门（当时叫做中佐所）改名为思明州，公开昭示他怀念并决心恢复明朝的意思。这里曾有一座演武亭，郑成功时时住在此地，操练水陆两军。今天的厦门大学这一带是当年的练兵场和水师营地。郑成功兵强马壮，轴卢1000艘，战将100员，队伍扩展到10数万之众。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10万气吞吴。1657年，郑成功开始进军江南，大举北伐。但是北伐最终功败垂成，败在金陵城外，败在郑成功的轻敌。南明最大规模的一次抗清军事行动遭到重挫，此后再没有光复明室的力量和机会了。1659年9月，兵败南京的郑成功回到厦门。他在大陆的军事作战确实遭受打击，那么他必须要安顿将士，必须要在政治跟军事上重新考量。此时，对岸一个神秘的人物来到厦门，他叫何斌。何斌嘛，原来是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部下。汉人里面，他是地位很高的一个长老。何斌被荷兰人称为最可靠的长老，因为几年前他曾被荷兰人派到厦门，替荷兰人解决了与郑成功之间一起棘手的贸易纠纷。但荷兰人料想不到，何斌回到台湾后，居然执行郑成功派给他的一个任务，替郑成功在台南收税。荷兰当局就非常的震惊，而且恼火，那就把他抓起来，还要判罚他多少罚款。何斌变成债务累累。何斌的超人之处是，在被荷兰人问罪期间不动声色，暗地里派人乘船出入台湾的大小水道，实地勘察，画出了一幅台湾地形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绝密军事地图。这次前来厦门，何斌把这幅图呈现给了郑成功。那何斌劝郑成功，去打台湾，收复台湾。他当时跟郑成功说，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说是有发展空间的地方。占据了台湾以后，那么他整个视野就大。1661年正月，郑成功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军事会议上，他有清楚的讲说，台湾原本是我父亲经营的地方，那里沃野千里这个进可攻退可守，那么可以这个安养家眷，可以深具教训。郑成功正式宣布挥师东征，赶走荷兰人。1661年4月23日午时，天色晴朗，郑成功亲率东征大军出师，400多艘舰船载着25000将士，从金门廖罗湾扬帆起航，顺风顺水，一昼夜到达澎湖。始料未及的险情出现在第3天，4月25日，船队再次起航，行至柑橘屿洋面，海上风暴突然降临，逆风恶浪，船队只好掉头返回澎湖。澎湖避风的那几天，是郑成功极度难熬的日子。坦白讲，他真的是轻敌，所以带的粮草非常的少。因为当时根据河滨进线的这个收复台湾的这个计划嘛，他当时想说几天就能够登陆台湾了。那没想到在澎湖有遇风。
他必须在澎湖那边避一些的风浪，就没想到避了几天之后就把什么东西都吃完了。刚一出兵就遭断粮，士气严重受挫。郑成功的护官杨英奉命紧急征粮，但跑遍澎湖36岛，所征之粮不足当大师一餐之用。郑成功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最让郑成功担忧的是，他怕错过与何兵精心计算好的登陆时机。当时进入台湾有南北2条水道，南线叫做大港，港道宽阔，适于大船航行。荷兰人的军事重点把持的都是在这个廊线。北线是鹿耳门，它是港窄水浅，那些大船是不能通过的。但是呢，天文大潮，比如说逢初1或者是15的时候，可以涨水高几米。郑成功选择了鹿耳门，但是如果错过了天文大潮，一切精心筹划都将落空。所以郑成功他一定要赶快航行，一定要在大潮的时候越过鹿耳门。1661年4月29日夜晚，风雨未息，郑成功下令强渡海峡。他全然不顾部下的苦苦劝阻，不惜冒全军覆没于汪洋的巨大风险。他已经豁出去了。漆黑的夜，风雨交加，黑水恶浪，生死难卜。出发前，郑成功祈祷：兵坚可渡，天意有在。上天如果要把平定台湾的使命交付给我，那么今晚开船之后，自然风平浪静。他相信天父使命于他，他也必将得到上天的护佑。奇迹果真出现了，3更后，云收雨散，天气明朗，一帆风顺。而那天的鹿耳门，潮水骤涨数尺，郑成功大军在河滨的导航下，大小战舰衔尾而渡，顺利穿越鹿耳门，从禾寮港登陆，进入台湾。鹿耳门，一个荷兰人完全没有注意到，应该是不可能进来的一个方向呢，密密麻麻的几百艘的船从天而降。热兰遮城内，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奎一眼巴巴看着2万多敌军登陆，却干着急。鹿耳门那是他们强大的火炮无法触及到的距离。更让奎一一看傻眼的是，随即有几千名中国人出来迎接他们，用货车和其他工具帮助他们登陆。荷兰对台湾30多年的统治，此时看出了人心向背。5月1日登陆的第2天，双方的军队在陆地和海上同时爆发了激战。荷兰算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海权国家。好，那他们的船只一般我们都把它通称为甲板船，就是它有好几层的那个甲板，然后呢，每层甲板都有装置非常多的火炮，哦，大者大概有100多门，小者大概50-60门。那当时郑成功他们的战船只有1层的那个甲板，船上的火炮了不起大概6-7门。哦，所以说在当时候，荷兰跟郑成功他们的武力来看，其实相距是非常大的。所以要面对这么强而有力的全世界最顶级的海军，那只有拼命。1661年5月1日上午，热兰遮城外的台江内海，郑荷双方爆发了第1场海战。郑成功的军队采用的是小船围攻加以火攻的这样一个方式，用小船载上这个干柴啊、硫磺啊、易燃物、爆炸物就把里面的，然后说一点着了之后呢，那个船呢就加速，快到的时候人往外跳，然后船呢就直接撞那样子一个大船。
最大和最重的赫克托号发出巨响，他的弹药舱着火爆炸了，连同100多位荷兰将士沉没海底，其他3艘军舰慌忙落跑。台海出战，荷兰海军完败。双方的陆战发生在这块叫做北线尾的沙洲，与荷军尚未交手的是郑成功麾下大将漳州海城人陈泽。陈泽呢率领了一些的步兵，这些的兵它有一种的特质呢，就是一种很特殊的武器，我们把它叫做藤牌兵。靠近的时候，把那个盾牌一掀呢，那马上那个刀就伸过去砍过去啊，这真的是叫做排起刀落。奎一见识了这个场面，这些士兵低头弯腰，躲在盾牌后面，不顾死活地冲入敌阵，十分凶猛而大胆，仿佛每个人家里还另外存放着一个身体似的。尽管许多人被打死，他们还是不停地前进，从不犹豫，而只是像疯狗似的向前猛冲。奎一感叹道：“现在他们荷兰人才知道过去过于轻敌。如果说战斗前他们是英勇无畏，那么他们的勇气这时则完全为恐惧所替代。他们抱头鼠窜，落荒而逃，可耻地遗弃了他们英勇的队长和同胞。上尉及其部下118人全部战死。”在5月1日这天的陆海大战打响之前，郑成功给奎一发去信件：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所，则地当归我。1661年5月3日，海战和陆战接连失败，荷兰人请求讲和。荷兰使节穿行过郑军长长的阵列，领略了令人恐怖的军威，来到郑成功帐前。郑成功命令荷兰人立即投降，他对荷兰使者言辞重申了他的立场。该岛一向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人不需要的时候，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住。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郑成功登陆的当天，首先切断了热兰遮城和普罗明遮城的通道。郑成功攻台战略的第一步是先把普罗明遮城拿下来。普罗明遮城又叫赤坎楼，今天的赤坎楼已不是荷据时期的模样，这些建筑是清朝之后重新修建的。城内的荷兰守军不到200人，他们在堡里拼命射击。这些红砖是当年的残基。荷兰火炮从郑成功登陆的那天下午开始，不到4天时间，就向郑军射光了全部炮弹，可以想见战事激烈。这个半圆形的石井是当年留下的，被称为红毛井。在城堡被包围、殊死战斗的荷兰士兵最需要水的时候，这口井却突然没水了。荷兰土地测量师菲利普梅当时在这座城堡里，他写道：城堡内垃圾成山，发出恶臭，许多人病了，水源被切断，这口唯一的井完全挤不到水了。士兵为饥饿和口渴发出抱怨，火药和枪弹即将用尽。普罗明遮城这些人已经完全不行了，没有水了，也没有食物了，连那个窗外面的那些铁片呢，全部都拿下来融化，剪一剪之后把它融化成子弹的弹丸了。1661年5月4日中午，在亲临前线的国姓爷即将发出攻城令的千钧一发之际，普罗明遮城头升起了白旗。郑成功仅用4天时间就攻克了这座荷兰堡垒，在台湾站稳了脚步。
赤坎楼换了主人，成了台湾明郑时期承天府的府衙。郑成功住了进去，他在这里住了将近9个月。郑成功先打下赤坎这个地方之后，他就在台湾设立了1府2县，形成这个明朝的这个行政体系。北部是天兴县，延伸至新竹一带；南部设万年县，直达最南端的恒春。行政中心在承天府，也就是台南赤坎。赤坎这个地方改成东都明京，东都明京就是说东方的首都，明朝的京城。就是说，它这个不是正式政权的首都，而是正式政权那是姚凤的永历藩地的首都。热兰遮城的所在地大园改名为安平。为什么叫安平？是因为他家乡的名字就是安平。当时郑成功他到台湾来，那当然他们讲内心是寂寞的，对家乡是有很多的渴望的，所以就把他故乡的名字呢就移植到这个地方来。改名为安平的时候，热兰遮城还在荷兰人手里。热兰遮城共3层，城砖坚硬，墙头上的几个冷堡设置了20多门大炮，守军1000余人。在风闻国姓爷要攻打台湾的日子里，荷兰台湾长官奎一做了最充分的战争准备，给这座城堡填满了粮草和弹药。他的城是当时候那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一个防御性的一个城，在城里面的这个荷兰军队，等于说是做这个困兽之斗。荷兰人对抗郑成功是还有信心的。我们从荷兰现在的文件看到荷兰人每天祈祷，每天赞美上帝，愿意为上帝跟公司来奉献，所以其实荷兰的士气是很高的。5月24日，被俘的荷兰传教士亨布鲁克被郑成功派往热兰遮城劝降，没想到亨布鲁克反而不惜一死，激励他的荷兰同胞战斗到底。长官奎一其实已经被公司总部撤职，在等待继任到来的日子里，倒霉的等来的却是郑成功的大军。他只能义不容辞地继续履行台湾长官的职责，以捍卫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尊严和荣誉。5月25日，奎一对郑成功作出答复，将持续保卫热兰遮城，并抵抗到最后一滴血。郑成功遇上了最强硬的对手，他恼怒了，以至于失去冷静，当即下令攻城。数以万计的血肉之躯向荷兰的强大炮火扑去。战斗从25日清晨持续了一整个上午，攻城的郑军将士血肉横飞，遭到重创。郑成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郑成功被迫改变战略，改速战速决为持久围困。他派心腹大将马信率5000军士，荷兰人围困在热兰遮城里，让荷兰人不能出来外面。其他的将近2万大军，他就派出去做什么？不是打仗，去屯田。1661年6月14日，郑成功发出屯垦令。郑成功他到台湾以后他大批军队2万多人的军队上去以后，这个粮食问题很严重。你要知道，他没带粮食是在半饥饿状态下面是收台湾。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他一边在围困荷兰人的同时，军队就到散开来，让他们去垦种。他分兵屯田是以现在的台南市为中心。根据文献记载，南边有到恒春北边大概到了这个积水溪的流域甚至有一部分到了竹山
台湾中南部地区于是有了类似的地名，说柳营啊、下营啊、左营啊，那还有所谓的官田啊，那前卫啦、后卫那一些的名称的，都是当时候屯兵育农方式的这个产物。台南六甲乡的这个村子叫林凤营，林凤是郑成功清军虎卫阵中一个猛将，福建漳州东山县人。当年他奉命在这曾文溪北面屯兵垦荒，开辟出的这片田地，后来成为村落。开村始祖林凤的营盘，也自然成了这里的地名。跟随郑成功到台湾的有一批陕西兵，在他们垦拓的区域，今天的彰化县秀水乡，繁衍出一个陕西村。他们的统领名叫马信，忠勇善战，是郑成功最为信赖的将领之一。马信大概是个黑脸汉子，村里这座乌面将军庙就是纪念他的。垦拓的艰难大大超出郑成功的预想。即将收成的时节，雨水连绵。梅氏目睹了从南部撤回的一支屯垦军队，这支队伍只剩下大约1/3人。这些人大部分因染病或因饥饿都很衰弱，又因为再也得不到米，饥荒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士兵死亡的越来越多。护官杨英的从征实录中，一次次出现这个“粮”字，官兵乏粮，官兵乏粮，运粮船不至，运粮船犹不至。8月开始，官兵甚至只能吃野果充饥了，部队多有病末，已经到了兵心嗷嗷的程度。海峡对岸，清廷开始实行残酷的禁海迁界政策，郑成功的粮草补给线已被切断。台湾行乐图中，这个人物是郑成功。其实，郑成功在台湾的那些日子，何尝有一日之乐呢？为了稳固军心，他铁腕实施严刑峻法，惩处了一批虽有过失但罪不当死的将领老臣。对于清廷禁海迁界的绝杀手段，郑成功一声长叹，然后敕令各处收沿海之残民，以我东土开辟草来，以相助耕种。竟然有一批又一批的沿海难民闻风而至，这些人不仅带来了丰沛的劳力，也把大陆先进的农耕技术一同带来。他们毗邻而居，彼此照应，渐渐就有了许多新的村落出现。在早些郑成功来之前，当然这里已经有唐人、有这个华人到了这里来开发，可是基本上那个村庙都属于比较是草寮的形态。真正的开庄立庙，形成了台湾的屯垦社会，还是从郑成功到台湾之后。台南六甲乡的这个村庄，就是在郑成功时期开创出来的。这天是村民共同信奉的代天府王爷的生日，雨中的布袋戏是专门演给庙里的神明看的。我的祖先，拄明末清初的时候，拄登山移民过来，追随着郑成功渡台，过来台湾。定居在这个所在，据我们老一辈的人讲，是移民到这边垦殖。他们在那边本来就有供奉这个神明，他们移民到这边来的时候，就顺便将这个神明一道请过来这边，一个是当为这个信仰，一个是当为精神的寄托。为神灵的生日聚集联欢。这是开庄立庙后形成的习俗，几百年延续至今。
阵亡军民登陆纪念碑。每年农历3月11，保生大帝诞辰的日子，台南学甲都要举行上白礁业祖祭典。现在每年的那个水甲除祭公的农历3月11号，就是在这边遥远祭拜大陆。学甲遥祭的是这座庙宇，这是供奉保生大帝的白礁慈济公祖庙。祖庙所在的福建龙海白礁村，当年有300多名青壮年跟随郑成功东征台湾，其中一人名叫李胜。李胜当时随着郑成功这个军队要来台湾，为了渡海这个平安，所以李胜这个家人呢，伫咱祖庙呢，就是咱迄个这个泉州这个东安县北大乡，请咱开启在地，请到咱台湾客家。后来学甲盖了慈济宫，以供奉李胜从祖庙请来的保生二大帝。我的老祖李胜，我的老祖，伊是伫1661年参与着郑成功。郑成功伊的粮草官伊的先锋部队粮草官来到客家的头前了。李胜追随的那位郑成功的粮草官叫陈一贵，他的身份很特殊，据说是郑成功的姑丈。开大师祖陈一贵，迄当时是担任郑成功的运粮官。哇，迄个阮第一代祖妈郑氏细良是郑成功的亲姑姑，一共家眷13口。从那个金门经过平湖到台湾，在这边建立家园，驻号一个名称叫做中州。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后，陈一贵和李胜的军队留在了台南学甲。拢伫这个客家这个所在，而且落地生根。阮即摆谈到即摆呢，即摆以我来讲，我是第10代，即摆已经有第14代。陈一贵的后人同样枝繁叶茂，以后的子孙就会往伫台南、高雄，甚至到台东、北部的叫做嘉义、台中、台北，阮这全省各地的子孙数万人。中州地区差不多2、3千人。台南学甲古老的宋江镇，跳跃腾挪，虎虎生威。他们或许是350多年前留在学甲中州的那些明正军人的后裔，祖先勇猛的性格在这种阵列中得以彰显。从军队开发，然后到招引普通的平民到台湾去开发，到台湾起过火它的客观效果就是引起了台湾土地开发，就是闽南人的进入台湾、过台湾以后的所谓的这个大规模的唐山过台湾，是他一个前奏。在郑成功的大军饱受饥饿与疾病之苦的时候，荷兰的增援舰队却来到了台湾，热兰遮城得到了充分补给，城内的荷兰人欢呼雀跃，士气大振。郑成功再次面临危机，他必须把荷兰援军打跑，否则不堪设想。空着肚皮的郑军与荷兰军队再次交锋，这就是9月16日的台江内海海战。奎一和热兰遮城内，所有的荷兰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看见荷兰增援舰队的战船被打中了，着火了。而吃了败仗的那些荷兰援军，竟然就扔下热兰遮城，驾船逃离了台湾。而郑成功也不能再久等下去了，他开始部署对热兰遮城的总攻。就在这个时节，1661年农历10月初3，清廷以通海，也就是私通郑成功的罪名，将在北京的郑芝龙及其子孙家眷11人满门抄斩。郑成功是在来年正月才得知这个噩耗的，他顿足屁涌，望北而哭，终夜悲嚎，不能自语。在台湾的郑成功是全军全部人都穿上白色的缟束，然后帮他爸爸这样子送他一行。郑成功兑现了17年前与父亲决裂时的那个承诺，全军缟束。
这应该是台湾历史上第一场规模浩大的祭典。郑芝龙在他当年开基立业的台湾上，享受到他的不孝之子献给他的这份孝心和哀荣，九泉之下，不知会有怎样的酸楚与感慨。台南安平的这片墓地，当年叫乌特勒之高地，主有一个荷兰军事堡垒，称为乌特勒之堡。它居高临下，守卫着热兰遮城。根据一个投降的中士的建议，郑成功对热兰遮城的总攻将以这个乌特勒之堡为主攻目标，从厦门运到的30门重炮，由南北东3个方位摆下炮阵。围城9个月，决定台湾命运的热兰遮城攻防战打响了。1662年1月25日凌晨，郑成功下令开炮，30门大炮向乌特勒之堡和热兰遮城猛烈轰击，一天之内发出2500发炮弹，其中1700发左右打向乌特勒之堡，几乎将那里夷为平地。热兰遮城守军的士气被彻底击垮了。荷兰人终于明白，除了离开台湾，他们已经别无选择。1662年2月1日，郑和双方终于签订了缔和条约。合约的第1条是，双方都要忘记仇恨。郑成功他答应荷兰人，一个是允许他们把珍宝不惜之物带走，第二是让这些荷兰人敲锣打鼓吹着喇叭，很体面的从台湾撤走。在300多年前就有那种绅士风度，非常的 gentleman。郑成功在心目中主要是要来收回土地，地当归我，这是完成了这个郑成功的夙愿。这是台湾史上第一个形式完整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国际条约，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在国际上罕有的胜利表征。合约留下的这一个署名，标明郑成功是以明朝招讨大将军国姓的身份，从荷兰人手中收回了台湾，开辟金针逐河夷，10年史刻复先机。但仅仅4个月后，他却猝然离世，享年38岁。清康熙38年，西元1699年，他的灵柩经康熙皇帝下诏同意，由台南迁葬福建南安的郑氏祖坟。墓碑上仅有他祖父和祖母的名字，5世和7世是他的父亲郑芝龙及长子郑经，他的名字仅用6世孙替代。他不会想到，在他死后，竟渐渐成为台湾本土性的一个神明。郑成功可以讲是本地的一个特别的神明，他是台湾本地成神的。现在台湾大概有130几间拜郑成功的庙，在台湾本岛设置行政州县是从郑成功之后开始，而且所开辟的营盘村落，这个立庙设庄，也形成了台湾的屯垦社会。接续后来的这个清朝的统治，大批的移民随着这个移民路线呢，开发了台湾。所以台湾的人把它称为是开山王、开台圣王或开台尊王。民间、官方、台湾、大陆、欧洲、亚洲，数百年来，郑成功的形象被赋予多种多样的造型、色彩和意义。这大约又是他生前所无法想象的。而民族英雄这一称谓，代表了中国人对他的共识。当他在台湾留下自己这张标准画像时，他更不会想到，他是他那个时代唯一击败了在全球所向披靡的欧洲海上霸权势力，
扭转了远东海洋格局的中国人。荷兰人在远东最大的贸易链呢，被我们郑成功拦腰打断了。那以后他再不可能北上，不能在我们远东的海域控制海权。那么这个远东平静以后，那么才有我们的康乾盛世啊。一个人物能使那么大的面积，也可以说整个远东的局势发生变化，让它平静200年。他了不起就在这里，他被评价为17世纪国际的海上大英雄。1662年2月9日，奎伊率领2000名荷兰人离开热兰遮城，登上前往巴达维亚的船只。荷兰在台湾38年的统治结束了。登上甲板的菲利普梅远远看到国姓爷亲率几个武装士兵，从已经毁坏的乌特勒支碉堡向角城的后方骑马下来，进入热兰遮城堡里面。此后，郑成功都住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4个多月时光。1624年，荷兰占据台湾，郑成功诞生。1662年，荷兰被逐出台湾，郑成功逝世。莫非是一种天意吗？似乎他专为这座岛屿而降生，使命结束了，生命也随之而去。西元1662年6月23日，郑成功突然去世。郑氏内部随即爆发了一场刀光剑影的夺位之争。郑成功的长子郑经和他叔叔郑袭兵戎相向，最终20岁的郑经获胜，成为台湾新一轮的统治者。这年，清王朝的年号改元为康熙。1年前，顺治皇帝突然驾崩。三皇子爱新觉罗玄烨继承了皇位，这个开创了所谓康乾盛世的帝王继位时年仅8岁。两方人物隔海博弈了20年，使得一个台湾海峡恶浪滔天。最终有人了断了这盘困局，完成了一统版图的大业。当年这个名叫垭口的乡村还叫做南浔，是福建晋江沿海的一个小渔村。这片气派的施家大厝，那时也仅仅是几个乡间瓦屋。1621年，施琅出生在村里一个家道中落的农民家庭。7岁读私塾，到了13岁，贫寒的家庭已经供不起他继续读书了。于是，一个仅仅粗通文墨的辍学少年，开始一边打工一边习武。所以哈，你也出身困难啊，比咁衰就个19咯，19都有咁大人咯。偷你大四人呢位啊，早死啦，驚死有嘅啦，大四人冇人揀你愛啦。17岁，施琅加入被明朝招抚的郑芝龙队伍。9年间就从士兵升官到游击将军。清顺治3年11月，郑芝龙决定前往福州去跟清军谈判。为防万一，挑选了500名武艺高强的将士随行。这个施琅啊，就是在这500人里面。那么到了福州以后呢，这贝勒他就使用了计谋，把这个郑芝龙啊这个挟持了，而随从500将士呢都被强迫分配到这个清军的各个营房。
那么我们说施琅啊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第一次降清，也就是被迫降清。顺治6年，应郑成功的召唤，施琅转身投奔抗清的郑家军。尽管那还是一支非常弱小、屡战屡败的队伍。那时，郑成功25岁，施琅28岁，英雄是英雄，两人惺惺相惜，情同手足。郑成功委施琅以左先锋的要职，而施琅也确实相当卖力，为郑成功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心生嫌隙了，恶性循环，彼此伤害，最终一件看似很小的事情，成为施郑矛盾爆发的导火线，这就是曾德事件。施琅手下有一个亲兵叫曾德，按照史籍的记载，他是犯法当死，犯了死，最后就逃到这个郑成功那边去。那么郑成功就把他这个安排作为自己的亲随，施琅这个他就吞不下这口气了，就派人去把曾德给抓回来，治他的罪，结果就把这个曾德给处死了。这就明显犯上了。郑成功发怒了，后果很严重。他下令将施琅以及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抓了起来。关押期间，施琅设计逃脱，这就把郑成功更为彻底激怒，积存已久的怨气终于大爆发。于是刀起头落，施琅的父亲与弟弟命丧黄泉。我们知道这个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那么施琅呢，为了报复仇，他也必须借助一股力量，因此呢，降清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这个悲剧令双方两败俱伤，施郑二人从此势不两立，成为死敌。郑成功一个大的失误啊，就失去了，是吧？这个不得了。10年过去，1661年，郑成功东征渡海，到了台湾。清廷随即建立福建水师，施琅由同安总兵被升为第1任水师提督。康熙3年、康熙4年，施琅2度率领福建水师征台，全都受阻于风浪，无功而返。2次主封以后呢，这个清政府内部就群起反对用兵台湾了，认为用招抚的手段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个清政府啊就放弃了武力进去台湾这样的一种战略裁撤福建水师，把施琅调到北京去当内大臣。内大臣，就今天话来就养起来。毫无疑问，清廷的招抚政策给了台湾的郑氏政权非常难得的喘息之机。1664年，清军攻占金门、厦门，郑经丢失了在大陆的根据地，可以说是相当狼狈地退到台湾。庆幸的是，他身边有个陈永华。陈永华当时候所面对的是，你要扶持一个这么年轻、少不更事的一个这个年轻人，只会把妹，只会写诗，然后看到一些唐诗宋词这样子的一个人。年轻的郑经也曾雄心勃勃，他能写出“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这样大气的诗句。郑成功非常的聪明的地方，就留一个陈永华在他的身边。陈永华是泉州府同安县人，15岁那年因国破家亡而投奔矢志抗清的郑成功。郑成功对他大为赏识，让儿子郑经拜陈永华为师。事实证明，郑成功是有眼光的。在金庸的《鹿鼎记》中，陈永华的身份是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这当然属于小说家的虚构。
但陈永华在台湾绝对称得上这句评语：为人不视陈近南，变为英雄也枉然。陈永华一直被赞誉为他就是明正的诸葛，犹如当年诸葛亮辅佐刘备父子，陈永华对郑氏两代也是鞠躬尽瘁。在陈永华的主导下，明郑时期的台湾有了10多年励精图治的岁月。郑成功时期的行政区划分进一步完善，改东都为东宁，改天兴、万年2县为州，在台湾南北及澎湖设立3个安抚司，依然沿用南明的永历纪年，货币是这种永历通宝。课耕种，通渔盐，安抚土蕃，贸易外国。台湾的这份蓝图是郑成功描画的，陈永华忠实地继承了下来，尤其是鼓励屯垦的政策更是大获成效，所以使得这个良田大量的增加。河南的时候啊，耕地面积大概有8403甲啊，可是到了1684年的时候，它增加到18453甲，所以这个土地的一个大量增加，当然造成它经济的一个发展，而且土地的增加也使得人口增加。河南的时候，汉人大概25000人啊。到1680年明郑末期，20年间，台湾汉人移民增加到大约20万，从此形成了台湾以汉人为主体的移民社会。大约在1649年，一艘从金门开往泉州的船只被飓风吹到了噶玛兰、宜兰。一位被后人称为台湾文献之祖的人，就这样九死一生地飘零到台湾。他叫沈光文，浙江鄞县人，是一位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明末遗臣。沈光文从噶玛兰艰险跋涉来到台南，台南善化成为沈光文最终落脚的地方。当时这一带名叫木加溜湾社。沈光文老师他来这里以后呢，他就教这些平埔族人学汉字、识字，读书，教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因为沈光文的到来，这里成了台湾最早传播汉文化的地区。而且呢，因为他也懂得中医，这些平埔族的那个百姓呢，生病了就他帮他们医病，而且呢，还教他们播种。种这个农作物呢来生活，所以他们对沈光文老师呢无形当中就是非常的尊敬。善化这座庆安宫是当地民众追怀沈光文的庙宇，供奉着沈光文的神像。沈光文寓台近40年，写下不少诗文，这是在台湾产生的第一批汉文著述。因此，清代台湾首任诸罗县令纪其光评价说：“台湾有文，自光文始。”那时有着800多位不愿降清的明朝遗臣、文人士大夫，先后随郑成功父子渡海到了台湾，其中不乏像卢若腾、王忠孝、徐福远之类的素儒名士。这些人满腹锦绣文章，却不幸遭逢动荡之秋。他们为大明王朝消亡而涕泪滂沱，却也催生了泉涌的才思。有的写书，有的结社吟诗，由此掀开了台湾文化教育史的第一页篇章。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陈永华所创建的一座孔庙。1665年，郑经撤往台湾的第2个年头，台湾新开垦的土地获得了第一次好收成。陈永华不失时机地对郑经说了一番话。陈永华跟他说：“现在开辟有成应该筑建圣庙，开科取士，培育人才，未来才有机会跟清朝相抗衡。”郑经就听从这个陈永华的建议，所以在永历19年的时候设立这个孔庙，也开始开科取士。这是台湾的第一座孔庙，
也是台湾的第一座官办学校。陈永华亲任主持人，儒学教育开始在台湾内落地生根，这是中华文化移入台湾的标志。清顺治10年，清朝对郑氏进行了一次招抚。从这年在郑成功老家安平的报恩寺第一次议和开始，长达30年间，双方有过不下10次的和谈。他们在谈判过程当中要达成共识是很难的，这样敌对两个阵营，这样他们最大的分歧在什么地方？最大的分歧从表面上看就是剃不剃头发。清兵入关以后，对汉人都要求他们都要剃发。剃了头，那就表示你认同我；不剃头就砍头。叫做留发不留头啊。郑成功、郑经是坚持不剃头发的，他们当时提了一个口号叫“援朝鲜力”。很多人对这样一个问题产生了误解，以为援朝鲜力就是说要像朝鲜那样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其实不是这样的。援朝鲜力，就说还是汉人衣冠，不剃发。其实说谈判只是就斗争的另外一种手段而已。所以最大的分歧就是剃不剃头发，实际上归根结底就是政治认同问题。所以谈判破裂了。顺治18年8月，清廷实行禁海迁界，沿海30里迁界。坚壁清野就是不让老百姓跟郑成功接触，然后就断绝他的供应，把他困死掉。北起山东，南到广东，5个省富饶的沿海地区变成无人区。在今天的闽南地区，陆续发现了几块这样的石碑，它打凿粗糙，毫不起眼。但当年它曾那么令人心惊肉跳，密密麻麻地遍布在沿海5省千万里道路田园上。一块这样的石碑意味着一个村庄的湮灭，一群难民的流亡。划界的地方挖这个界沟，而且历代强，可惜为号。现在的永和那边有一块石头，上面就写着“奉旨边界4个字，那就是当时留下的东西。所以如果越过这个界墙的话，可以把它杀掉。沿海的这些土地本来都是比较肥沃的，这些人抛弃土地、抛弃家园，背井离乡，处境非常的凄惨，而且又实行禁海。不能到海上去贸易，不能到海上去捕捞，而且沿海这个为了防止这个郑经的进攻骚扰，还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这些军队要吃饭要有一些事要老百姓为他们付劳役等等所以这个就极大的加重了沿海百姓的负担。你想想，这个整个东南沿海几省的老百姓当时有多痛苦。康熙12年，三藩之乱爆发，台湾的郑经趁机反攻大陆，打回了福建。当时整个东南沿海狼烟迭起可以说是百姓涂炭，一共有6年之久这个郑经才被逐出东南沿海。这个清军这个在平定三藩和这个郑军作战的这个过程里面，应该说是花了非常大的力气，也遭受不小的损失。直到康熙20年，三藩之乱才基本被平定。此时，27岁的康熙帝羽毛已丰，他抬眼难望，最令他头疼的也只剩下一海之隔的台湾了。
台湾问题一日不解决，东南海疆就一日不得安宁。现在他不想再拖延了。他20年的老对手郑经已经衰老下去，反攻大陆遭到惨败，给了郑经致命打击。自此，他斗志尽失，萎靡不振。在纵情酒色的日子里，浑浑噩噩地度过1年多之后，于1681年3月17日病死在这座建筑里，时年39岁。郑经死前1年，他曾经倚重的陈永华已经先他而去。陈永华走得同样十分抑郁，他已经失去了权力，归隐到他的开垦之地赤山堡的这片湖水边，逐室隐居，种莲自娱。死前某日，他斋木祷告，继而长叹：“郑氏之作不容矣。”一切都在印证着陈永华的预言。6年在大陆作战，已将台湾10几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家当几乎掏空。为了填补财政亏空而强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风调雨顺的好光景被连续3年的水灾、旱灾所取代。米价腾贵，饿死了许多人。雪上加霜的是，在人口最密集的赤坎和安平连续发生大火，而这一切都不如当权者的内斗来得凶险。金庸小说《鹿鼎记》中那位一剑无血冯锡范确有其人，但他并非以剑术，而是以权术令人生畏。在郑经死后仅仅几个时辰，他就逼死了郑经指定的接班人郑克臧，郑经长子，而把自己12岁的小女婿郑克爽，郑经的次子，扶上王位，而他本人则大权独揽，成为真正的王。郑氏集团已经摇摇欲坠，主幼国虚，内乱闭蒙，内外交困，无不力溃。消息被福建总督姚启圣禀告朝廷，姚启圣奏请康熙抓住时机，立即出兵。奏章上大声疾呼：“时乎时乎，不可失也！”康熙当即下旨，宜趁机规定澎湖、台湾务其剿抚并用，抵定海疆，无误事机。但是康熙想不到，他所看好的征台统帅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打退堂鼓。万正色，泉州人，曾是康熙最为倚重的水师将领。在福建沿海地区与郑经部队交战中，万正色的表现可圈可点。但如今要跨海作战，万提督产生了畏惧感。万正色丧失反对进攻台湾，认为这个郑将刘国先智勇不可挡，谁都打不过他，所以这个康熙帝对他很恼火。寻找新的水师提督人选已是刻不容缓。从康熙7年（西元1668年）卸任福建水师提督，前往北京充当内大臣。施琅已在京赋闲13年，挂甲的老将成日只能以书为伴。一介武夫开始翻阅21史，从中自然多有受益。儿孙满堂，但要靠夫人变卖首饰、做女工来补贴生计的程度，满院清疾。偶然有客人来，他就会激动起来，把自己手绘的台湾地图摆出来，滔滔不绝地说台湾要怎么打的战略问题。13年间，他一刻也没把那个岛和岛上的政事遗忘，尤其是三藩之乱爆发之后。三藩之乱爆发以后福建他的家乡都遭受了这个战火的劫难。那么施琅一谈到这些事都泪水纵横泪水纵横，所以他非常急切的希望能够被重新启用。施琅不知道，福建总督姚启圣一直在关注他。福建总督姚启圣因为他在这边任职他很了解这个福建的军民对施琅的这个
印象，所以他一再保举施琅。姚启圣的保举可谓不遗余力，他甚至表示愿以全家100余口生命为施琅做担保。促使施琅出山的最后一把推力，来自内阁学士李光地。这是一个深得康熙器重的人物。另外，他是福建泉州安溪人，与施琅算得上老乡。康熙19年7月，因三藩之乱被困于福建的李光地返回了京城，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那个时候恰恰好是清政府开始考虑要对台湾采取武力解决的时候，这个施琅就经常去找他毛遂自荐。那本来李光地对施琅印象是不好的，认为这个人很狂妄。可是呢，经过几次跟施琅的交谈以后他发现施琅可是真有本事，所以他在心中就有数了。康熙20年7月，李光地入朝，向康熙郑重推荐施琅。他举出4点很充分的理由，其中之一是正式的官兵们，对我们现在清朝方面，他守魏济的人就施琅一人。你如果任用施琅为将，那就先声夺人。康熙20年8月，施琅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60岁的老将终于重披战袍，再度出山。重新组建的福建水师离他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时不我待，他必须尽快打造出一支能够跨海征战的精锐水师。他必须物色到一批能够冲锋破浪、勇敢克敌的将领。一片士气高涨的备战气氛中，谁也想不到前线最高指挥部却产生了矛盾，而矛盾双方竟是施琅和姚启圣。起因是施琅到厦门没几天，就向朝廷上奏，伸手要权，单独指挥作战的专政大权。将相失和，在无休止的论争中，出兵日期一再拖延。康熙21年10月，康熙帝最终下了决心，施琅根据时机独自往征，极为合宜。姚启圣等协助施琅催运粮饷，施琅如愿以偿，获得了专征大权。康熙22年6月14日，同山宫前湾，清晨，南风轻吹，海面无波。63岁的施琅率2万多名将士、300余艘战船从这里出发，驶向澎湖。澎湖望安岛当年叫做八兆岛，施琅水师这回真的很顺利，一路南风相送，出发的隔天下午就到达这座岛屿。施琅呢，他的舰队首先呢来到了望安的水岸，发现刘国轩并没有把这个军力呢驻扎在那里。刘国轩就是被万正色认为智勇不可挡的那位正军统帅。他是闽西长汀人，25岁投入郑成功帐下，出生入死，多谋善战。施琅在对岸秣马厉兵时，他也没有闲着，筑炮城、设炮台，海岸线建矮墙，配置火枪阵。台湾19镇水师精锐倾巢而出，驻防澎湖，重兵密布，保卫刘国轩的大本营娘妈宫，也就是今天的马公。刘国轩建起的澎湖陆海防御体系可说是星罗棋布，但刘国轩犯了个致命的错误，
他的部将邱辉向他建议，趁施琅刚到澎湖立足未稳的时候主动出击。刘国轩拒绝了，错失良机。刘国轩他的失误就在于对于风信的估计，他认为这个6月份这个在澎湖是经常刮台风，都不必我们去打，早晚会起台风，把这个施琅这个州属都把它覆没掉。他把希望寄托于天。6月16日到达澎湖的第2天，施琅便发动进攻，澎湖出战打响。海战持续了半天，双方打得旗鼓相当，郑军伤亡稍大，但清军略显被动。施琅水师的先锋兰里腹部中弹，肚肠流了出来，他让弟弟把肠子塞了回去，挺身继续指挥作战。兰里因此有了个破肚将军的称呼。6月22日，清军发起总攻，决战开始。施琅水师的200多艘战船分为左、中、右3股，左右路佯攻策应，声东击西。中路施琅亲自指挥攻打刘国轩的统帅部马公。刘国轩期盼的台风最终没有到来，老天爷帮了施琅大忙。但决定胜负的最关键因素还是人。施琅舰队汇聚了一批最优秀的水师将领，如吴英、林贤、朱天贵、兰里。施琅还把自己20多个亲人分配在各条战船上，去跟其他将士冲锋陷阵，同生共死，其中包括他的4个儿子。最小的施世票年仅16岁，显然这非常激励士气。而施琅在7天前的出战时被射伤了右眼，他是睁着一只左眼站在指挥台上的。决定台湾命运的澎湖大海战，最终由一个独眼将军决定胜负。这天的交战从上午一直打到太阳落山，这是台湾海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施琅水师用阵亡300多将士的代价，歼敌12000多人，6000多人投降。可说是战果辉煌。郑军主帅刘国轩逃回台湾，经过澎湖一战，台湾这个最强硬的主战派变成了最坚定的主和派。澎湖马公镇这座其貌不扬的小祠叫做施公祠，它是今天的台澎地区唯一专门祭祀施琅的祠堂。当地有一种说法，因为施琅当年善待郑军俘虏，不忘开杀戒，所以建生祠以报其恩德。打下澎湖以后，当时的福建总督姚启成就催促施琅要赶快乘胜前进，不让台湾本岛的郑军苟延残喘。那施琅他不是这样，不是说马上出兵去打台湾，而是驻兵澎湖，派人到台湾本岛去招呼正式政权。澎湖一战，民政军队可以说精锐尽失，但是台湾本岛的郑军还有4万之众，2倍于清军。如果拼死固守，又将燃起一场血流成河的战火。此外，一些将领则试图撤退到吕宋岛、菲律宾，以保全实力。就在这个关头，施琅提出了约法3章。约法3章就是说台湾黎庶跟他一样都是骨肉同兄弟父母之情，所以他不会杀他们。第二个就是说，正式这些将领士兵事实上是各为其主了，只要他们能够忠心的效忠清廷，盖碗不就，甚至于呢有功的还给他封官世爵第三个呢，正式父子这些世姓后代他不杀一人。当然，这样的条件提出来，是让这个郑克爽是很心动的。当他的岳父洪世焕跟武平侯刘过先在是否接受招呼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的时候，他没有稀里糊涂他非常明确的表态，支持了刘国先的意见。一个14岁的孩子做出这样的选择，应该说看得非常准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7月20日，郑克爽让刘国轩下令剃发降清。然而，这个叫朱树贵的人却不愿投降。他是明朝的皇族后裔，封号为宁靖王。1664年，郑经从大陆退守到台湾时，特地将他从闽南迎请到台湾，作为明正台湾的正统象征。澎湖战败，郑克爽决意降清的消息接连传来。朱树贵将他的5个妃子召到身边，让他们各自去寻求生路。不料，在一场撕心裂肺的悲泣之后，他们全都选择了亡生俱生，亡死俱死。于是5个女人将自己悬吊上，化冻雕梁，香消玉殒。第2天，5具棺木在城南葵豆山潦草下葬，一丘黄土，于是具有了凄美的诗意。随后，66岁的朱树贵穿戴上龙袍玉带，在他的王座上方自缢而亡。这天是西元1683年农历7月11日，大明王朝的最后一缕香火熄灭在台湾这里。台南市大天后宫曾是郑经为朱树贵建造的宁靖王府，朱树贵留下遗嘱，将这座府邸赠奉为天妃神祠，用以重祀妈祖。但吊诡的是，最终实现他的遗愿，使得台南有了这座大天后宫的人物，却恰巧是朱树贵最怕见到的清军统帅施琅。这场战争与妈祖产生了诸多神奇的关联。妈祖本是北宋时福建莆田梅州人，名叫林默娘。据说她少儿能知人祸福，屡显神异以济世人。27岁时，在梅峰山升天而去。在那之后，航行于海上的船只每遇到风涛险阻，她就在云层间翩然现身，救险渡劫。林默娘于是被神格化为海神妈祖。梅州妈祖祖庙有这么一幅壁画，画的是一段著名的妈祖圣迹景泉祭诗。这里是故事的发生地莆田平海澳。康熙21年，施琅和尤其胜随张文大军到平海，开始为期半年的水师训练。但遇到严峻的问题，这里久旱无雨，大军面临没水的状况。好不容易找到一口井，却又是淤泥填塞，井水枯竭。施琅只得向妈祖祈祷。奇迹出现了。第2天，水呢是源源不断的流出来，解除了三文大军的饮水问题。施琅因此写下了一篇《狮泉景记》，记录下这件神奇的事。这事今天听起来像是神话，但当年施琅以亲历者的身份，言辞做作地向康熙皇帝做了汇报。在请求加封妈祖的奏折中，施琅还说，大军在澎湖八兆岛、湖景屿也发生了天妃赐甘泉的神迹，甚至在澎湖大战的时刻，妈祖也显身前来助战。将士们都说，恍如看见天妃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以他很感念这个妈祖到台湾以后，把宁靖王府改为这个大天后宫，变成一个官式的一个庙宇。妈祖会由天妃封为天后就跟这个战争有关系。康熙23年8月，因施琅加封妈祖的奏章，康熙皇帝颁诏对妈祖进行春秋2祭，并派官前往梅州义庙致祭。梅州祖庙沿袭了古代对妈祖的皇家祭祀典礼。妈祖由天妃升格为中国女性最高品阶的天后。一说
因为康熙22年施琅指挥的这场战役。另一说是乾隆2年，2位台湾守将海上遇险，得妈祖神助，而被乾隆皇帝加封。无论哪一说，都是缘由台湾。梅州祖庙的香火有多少分香到了台湾呢？在今天全世界5000多座妈祖庙中，台湾就占有1/10，500多座。台湾成为妈祖崇拜最盛、信众最多的地方。如今，由信众们给了天后妈祖一个新的封号——海峡和平女神。康熙22年8月15日，施琅率师登陆台南，由刘国轩、冯锡范等明正文武百官一路迎奉着，步入这座建筑，郑克爽在此恭候着他。受降仪式在曾经的宁靖王府举行，郑克爽向施琅交出了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颗印章，象征明正最高权力的明朝招讨大将军印信。由南明隆武帝授予的这个封号，正式沿袭了3代，从郑成功到郑经，再到郑克爽，台湾22年的明正时期宣告结束。巧合的是，也就在这天，康熙帝接到施琅的奏章，得知台湾决定纳降的消息。这一天正好是8月中秋节呀，从海外传来佳音。所以康熙当时他心情是很高兴。8月27日，康熙传旨施琅，只要正式部将纳土归来，则既往不咎，并且从优任用，妥善安置。8月22日入台第7天，施琅跨进这座建筑，这是郑成功的家庙。尽管台湾已经纳降，但施郑之间的个人恩怨还没有一个了结。当年的杀父之仇，施琅怎会忘记？如今他作为掌握了生杀大权的胜利者，走进这里，会做出如何举动呢？台湾人在看着他。出人预料的是，施琅是来哭庙的。他说：“我跟延平王本来就是君臣，就像兄弟一样哈。因为有小利酿成大患啊，所以我今天是奉公来讨伐，但是我也有我个人的理由。不过事已至此哈，大丈夫不过如此而已。所以他这个已经完了心愿就可以了。他认为这样做了，公义施恩就可以交代，所以拜完以后自己老泪还流了下来。这个是他的政治上的举措。”他的哭庙的行动，他的这个维持治安的行动，都是为了安定台湾社会。所以他在台湾只有2个月，后来他留守总兵吴英6个月，台湾那8个月可以讲事不议事，民不知兵了。百姓并不觉得这个有经过战争的洗礼康熙22年，西元1683年的那场战争经历，很简约地写在了这块碑上。他这边那个碑上面有写到说纳款而后，台人及吴人有犯民间一丝一毫者，法无赦。所以除了澎湖一战之外，入台之后，这个施琅，包括他的后来流走台湾的吴英，都没有杀半个在台湾的军民。当然，对台湾的这个社会产生了安定的作用，所以后来延续了清朝在台湾统治了212年。这块平台纪略碑，碑文由施琅所写，他很有深意地立在明正向清朝纳降的地点——台南大天后宫内。
纳降之后，郑氏的文武各官及郑军将士4万多人陆续被迁回大陆。郑克爽被送往北京，受封为汉军公，爵位很高，但有闲无职，37岁过世。冯锡范封伯爵，刘国轩被任命为天津总兵，65岁时卒于任上。施琅在台湾待了2个多月，于11月间班师回到厦门，几乎是征程未洗就赶往福州。朝廷要员和福建封疆大吏在那里开会，讨论台湾的气流问题。当时这个理会的这些封疆大吏们，对于台湾的气流问题没有定见，怕这个留下来呢没有好处，把它放弃呢又怕有什么后患，举棋不定。施琅在会上把自己的意见讲了，但是他怕讲得不透，所以后来又写了那一篇著名的《攻城台湾气流书》，就全面地阐述了要把台湾纳入清朝版图的这个理由。施琅呢，当时力排众议，他提出的理由，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台湾呢，它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个台湾的气流关系到东南沿海几省的安全问题。如果你不在那里建立行政机构，其他外国或者敌对的势力占据台湾，它就威胁到大陆，特别威胁到福建跟浙江。你东南沿海，你这个中国的海疆就没有安宁之日。第二方面的理由呢，就是他也了解台湾，所以他说台湾不是你们有些人所想象的是蛮荒之地，完全可以开发。台湾土地肥沃南北数千里这么一个广阔的一个岛屿，你放弃未免可惜。虽然呢，这个奏稿呢，对于这个台湾的命运应该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康熙帝那个表态就不一样了。台湾去其守关甚大，就是说要不要把它收进来，那这个关系可大了。终于促使这个康熙帝这个下决心把台湾纳入版图。对于这场8个月的台湾气流大讨论，还有另一种解读。康熙皇帝不可能不要的嘛，你假如不要台湾，你白打了这一场战争嘛，是不是？哪一个皇帝会放着这么大的荣耀不要了？是不是？他叫臣下去讨论，说气流之意，我告诉各位，是他的幌子，他是要彰显台湾的重要性，要彰显台湾战争的荣耀，让臣下你去争吧，你去讲吧，讲到最后，伟大的康熙皇帝，这是结论嘛？清康熙23年4月14日，康熙皇帝发布谕旨，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设立1府3县，即台湾府与台湾县（今天的台南）、凤山县（今天的高雄）、诸罗县（今天的嘉义），隶属于福建省。当硝烟散去，海也就开了。康熙23年，朝廷解除了禁海迁界令，流落他乡的百姓终于得以重返家园。在遵旨协助施琅东征的姚启圣已经开始筹划流民返乡的工作。对这位恪尽职守的福建总督，乡土文献留下了不少称颂和感念的记载。11月间，施琅从台湾凯旋荣归，姚启圣却因背部旧疾复发，在福州黯然病故，终年60岁。施琅被封为靖海侯，世袭罔替。他的家乡也由靖海迁界时的界外荒区、荒烟野草，开始重新有了人烟，有了人气。废墟上重新建起了家族的祠堂，以及这座靖海侯府。因为气派有如衙门，所以村庄的名字也就由原来的
南浔改为垭口。如今这里成了施琅纪念馆，后人为这里题写了一副对联：赴台千古，平台千古，正是一人，施是一人。300多年过后，施政两人间的恩恩怨怨已被大多数人所遗忘。能够记住的是那个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为了东南海面上的那座岛屿，这2个男人都曾经赴汤蹈火。我们很多的开机族大概就坐这个船从唐山过来的吧。厦门到台湾交界的地方叫黑水沟，据说有60-70里这样一个范围。这个地方呢，海水是黑的，如果风浪大的时候，那就完了。所以很多船呢都在黑水沟那个地方出事，所以黑水沟一听的黑水沟是很害怕的。台湾因此就有了几句家喻户晓的俗语：长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元。过了台湾海峡，过了那个黑水沟整个心都纠结在一起的。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是：6死3留1回头。6死3老1回头3载6梦1回头嘛，就是讲唐山渡海的故事。他的意思就是说，存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大概只有3成而已那6个人大概有时候会在黑水沟翻船或者是上路以后碰到所谓的风土病而死掉嘛那1个人就回唐山不敢再来了。这是海峡两岸共有的一个古老民俗，叫做送王船。它源自于早年沿海居民的心愿：驱邪避灾，顺遂平安。康熙23年，这个解决了台湾问题，台湾就设了一个府，3个县。那么府上面呢，还有一个道来管它，叫做台下兵备道，把台湾跟厦门放在一起，来管。那这个台湾厦门兵备道是前后存在43年。台湾跟厦门之间所有的，包括政治、经济、人事方方面面的，都是统一他管。当时的台下兵备道衙门，在台湾与厦门各有一个，行政长官到引，半年驻台，半年驻厦。不论是大陆要到台湾，或者台湾要回大陆，所有的船只一定要经过台下兵备道批准。当时赴台必须先有原籍地照单，再经过台下兵备道核查批准，才算是拿到了路条，也就是通行证。再由厦门出港，由台南安平鹿耳门上岸，这是官方唯一许可的路线，称为正口。但是绝大多数来台湾的人没有通行证，也不走正口，而是选择了偷渡。正口、鹿耳门之外的海口，都是偷渡客的登岸之地，防不胜防。刚收归清朝版图的台湾，人民稀少，地利有余，又值雨水充足，连年大有，故闽广沿海各郡之民，无产业家士者，俱冒险而来，以致人民聚集愈众。当然，在去台湾过程当中，有些人就是参差不齐，
所谓的奸鬼之徒啊，什么也有。那这样的话，后面一些地方当局就是有一些担心，说怕以后对这个地方长治久安不利，就说后面就是逐步采取了一些限制的政策。终于在康熙57年前后，清政府颁布了严禁无证偷渡的渡台禁令，对赴台进行严厉管控。但是禁者自禁，渡者自渡，偷渡已经形成了一条非常活跃的地下产业链。其中最重要一种叫客头，客头就是带领偷渡客去台湾的这种人，他底下的有人叫做招引之人，去招引人家来。那么客头他自己不能没有船，他还要找到船户，那么管船的。那么在到这个坐船之前，那都是秘密的。所以还有一种窝藏这些人。从厦门环岛路东望5公里外的这座小岛是小金门，当年叫做烈屿，是偷渡船的一大停泊地。雍正8年8月12号，一条偷渡船从烈屿开出来，接上窝藏在附近的大旦、帽子口等小岛上的120多名偷渡客，开向台湾。没想到3天后，在广东碣石海面被抓获。这100多名男女偷渡客分别来自福建的同安、诏安和龙溪。客头名叫王彩，船户名叫陈荣，招引之人是算命的黄谦和卜卦的黄喜。偷渡客每人需缴纳水饺银2到3两不等，足够一个人大半年的口粮钱。而这条偷渡船从烈屿开到澎湖口，遇风失去桅舵，在海上漂流了2天2夜，一直漂到数百海里外的广东碣石海面，才被巡哨的军官捕获。这个不大不小的偷渡案，由碣石总兵苏明良奏报雍正皇帝。雍正皇帝恼火，却也无奈地御笔朱批：严禁之欲不斥再三，犹有如此，偷渡者是何理也？这批偷渡者肯定要有大苦头吃，但海上惊魂却大难不死，他们算是相当幸运的。有那个很坏的那种船老大，他把你送到快到台湾的海岸的时候，叫你下去，然后船赶快开走，因为他被抓到的话，那很危险啊，所以叫你下去。那么沙滩到那个陆地上还有一段路。如果涨潮了，如果那个地方是很泥泞不堪，很多人就死在这个地方。有一首渡台悲歌，唱尽了航渡台湾的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千准切莫過台灣，台灣合適歸門間，前間人事無人轉，地生地死都很難。但是呢，老百姓为了求生，不得不偷渡。因为贫穷，他才逃到台湾来，主要是肚子吃不饱才到台湾来。如果今天在家乡能过得好，凭良心讲，没有人愿意漂洋过海。这幅油画重现了渡海先民与惊涛骇浪生死搏斗的情景。这是台湾海峡世纪大移民的一幅缩影。海边的这个乡村是福建晋江东石，闽台两地有400多个同名村镇，东石就是其中一个。晋江东石有一种数宫灯的民俗，正月15元宵节，在头年结婚的东石子弟，夫妻2人会提着一对宫灯走街串巷，然后把灯笼挂在东石的嘉应庙。这座祭祀南宋英烈9龙3公的神庙，成为东石人期盼人丁兴旺、家族繁茂的场所。事实上，300多年间，从这个乡村开枝散叶到台湾的东石后裔，已经将近10万人。台湾嘉义也有个东石，两边的东石同祖同宗。嘉义布袋港是晋江东石人渡台最早的港口之一，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一座座嘉应庙，侍奉着与晋江东石嘉应庙同样的9龙3公。神庙相似，
家庙也相同，这边一座朱泽蔡氏祠堂，那边也有一座；这边一座玉井蔡氏祠堂，那边也一样。而两边的西峡蔡氏祠堂，同在1995年底修建完工，落成祭祖的时间也不约而同，定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两岸东石蔡氏族人一致认为，这是老祖先冥冥中做出的安排。带来祖先吼，行来咱金门台啊，要拍灭咱的祖康，每个族谱，啊你也同意，啊你就甲因背。经过祖先同意后，侍奉于祠堂的族谱箱才能开启。世代相藏的老族谱被郑重请出。这个是我们以前我们的祖先过来就拿过来了，从大陆过来就已经奉祀在这边了。清道光年间修撰的一部《西峡蔡氏族谱》，记载了100多位原移居台湾的蔡氏先人名字。最早的是这个，记载的是这个，估计是明朝的，是台湾的族谱。这个用写剧去台湾，伊的子孙也是隆重徛在台湾，这个子孙真多在台湾。这个清初迁改了后，金海岭一下开，咱这个历史可能是有10外个去台湾探食咯。这个客去讲出的这个第2天，这个冲我去台湾咯。去到台湾，才装在台湾淡水大平顶。伫阮族谱咧是详细记载，去台湾咧。阮到第14届，伫哪来哪做咯？那现在中原乡里统计起来就是100外人去台湾咧。阮这个族从13世伫清朝的康熙年间，就有人迁移到台湾。从阮族谱的记载，共有730个外人迁移到台湾。12岁迁过来，以前就跟门来啦，咱就遮做山啦，海啦，这样拖到汉族安尼尔高粱啦，辛苦了对唔辛苦。眼前啊，我们周边这一带啊，大概300-400甲的土地啊，都是百里陈家他们的产业。那他们有钱之后呢，就开始教育子弟。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登营书院。那么登营书院旁边呢，是他们练习武科考试的子弟的跑马场跟练武场一个家族能够提供这么大的一个环境来让子弟来读书求上进那可见这个家族在这个地方的经济能力有多大。齐为兄弟4人都皆赴驻台，树端兄弟7人都住在台湾。朝奉考中武举人依然前往台湾，远妾远婚等多人娶了台湾女子为妻，夫妻双双葬在台湾的也不在少数。远儿远逆兄弟很不幸同日在台湾过世。两岸族谱留下了许许多多先人来到台湾的记录。这里是台南鹿桃洋的江家古厝，是目前台湾保存最完整的大型单姓宗亲聚落。他开创基业的祖先名叫江如南。我的祖先呢，是伫这个
清康熙的时阵呢，从大陆福建的漳州移民过来。按江家族谱记载，江如南原本是一个有法术的民间道士，但他有不良嗜好。咱的如南公，伊是伫大陆哦，伊就少年时阵就爱跋筊，好赌博，败光家产，积欠了赌债的江如南，为了逃债，不得已只好来到台湾。来台湾，哦，顶好时阵拄好，咱的阿母王水贵，哦，伊咧造反，所以伊会晓天文地理，所以水贵甲做军师，哦。结果呢，水贵失败了，他就沿着詹门溪走来这个所在。来到这个所在呢，一看这个地理真好，所以伫遮呢，总要伫遮定居下来。半生浪荡、不务正业的江如南，终于找到了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他的人生轨迹也由此开始改变。先祖呢来到这边呢，都是以务农为生。锄头底下有黄金，江家一代代就在这块土地上农耕垦种。擅长风水地理的江如南为子孙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他留下遗训，交代子孙永远不能迁徙。江家后人依祖训，一代代就在这里聚族而居，人口日繁，房子也就越建越多，大约136座建筑，以闽南三合院的扩大格局，形成一个单姓家族的大聚落。从开台祖先江如南算起，江家在台湾已经传到第12代，数千人。江家聚落以这座宗祠为中心，第一境是拜亭，第二境公厅，第三境是神明厅，最里面的第4境是祖宗祠堂。我的祖先对大陆来的时候，伊有炸2项物件来，一项是一个象杯，一项是一个伊的这个东方宫的香火。这个香火呢，伊到目前200多年呢，也阁保持伫遮。因为这个象杯因为年代较久，已经歹去啊。这个香火呢，目前也阁这个夹伫阮的东方宫这个身躯顶安尼。这甲请这个东方宫这个神像甲请落来带着祖先香火，再请上家乡的神明一同上路，以求庇佑。一尊尊神明于是跟着渡海的人们到了台湾，各种原乡信仰也就移植到了台湾，形成今天台湾庙宇林立的风景。大致而言，漳州人信仰开漳圣王陈元光，泉州人信仰观音菩萨或清水祖师，同安、厦门移民信仰保生大帝，闽西客家人信仰定光古佛，粤东客家人则信仰三山国王，而渡海先民的普遍信仰是海神妈祖。一尊尊神明，一座座庙宇，是维系移民与故乡的精神纽带，也形成了以寺庙为信仰中心的移民社会圈。从台湾的寺庙可以解读出不同族群的互动和分布状况。台湾有3大族群嘛，第一个族群就是泉州人，第二个族群就是漳州人，第三个族群是闽西、粤东客家人。所以大陆不讲广东了，因为是我们祖先的祖籍地嘛。东移台湾的客家人来自广东潮州府、惠州府、嘉应州以及福建汀州府所属各县。粤东和闽西是客家人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这是一个从晋唐以来便开始从中原不断向南迁徙的汉族民系。有句话说，离开了迁徙，就不会有客家这个称谓。客家人在迁徙中繁衍后代，在迁徙中壮大。客家人来台或沿着闽粤古道100-200里，翻山涉水到厦门，从正口渡海，这一路相当辛苦。因此，更多的人则是借地利之便，就近从潮汕地区的沿海港口，例如饶平的拓陵港以及汕头的南澳岛，乘船直达台湾。但这属于偷渡，很冒险，却便捷很多。渡台禁令对客家人来说形同废纸。
他们从康熙中后期就早早到了台湾，在台湾从南到北的山地丘陵地带，辟山垦田，勤耕雨读，诞生出一个个客家村落。先人故居，香火每日不能中断。竹北六家这座新兴的现代城市，早期是座客家庄，开拓先驱是广东饶平人林先坤。乾隆14年，25岁的林先坤跟随父亲和哥哥来到台湾彰化，从租垦小片田地做起，3年后垦拓的足迹迈向新竹竹北的这块土地。乾隆22年，33岁的林先坤回到饶平石头乡安石楼老家祭祖娶妻。此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动员他的乡里乡亲跟他一起到台湾，因为开垦竹北的那片土地，他需要大量人手。而林先坤在家乡的这次招工相当成功，招了他乡村的乡亲几百个人，这么慢慢一批一批这么偷渡过去。一个人先到台湾站稳了脚跟，然后再把家族和家乡的人整批整批的带过来。这种凭借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连锁式移民，那时相当普遍。竹北六家原叫六张犁，就是因为林先坤的垦地面积而命名。一个牛跟一天可以耕种的田地叫做一张犁，大致来讲是3甲地到5甲地这个左右。就这个地方的面积，就大致来讲以6张犁的算法，也就是差不多20甲左右的土地了。饶平的老乡络绎而来，形成了一个客家聚落。四周呢种了很重的赤竹，所以他自己这个聚落就像一个城墙样子，所以他也有一些东门、西门、南门这样的一个名称。一大早的时候，他们就到这个到市门这外面去开垦，实行军事化的管制，就是大家集体起床做操，操练，然后去耕田。林先坤的一位后人描述说，整个村庄就像一个团练卫队的原乡组织一样。问礼堂前面的广场，白天晒稻谷，傍晚练舞奏乐，可想多热闹。这座问礼堂是林家的家庙，是林先坤的孙子林秋华中武举人之后建起的。当家族内部产生纠纷的时候，这里是仲裁的场所，相当于林家的家族法庭。问礼堂边的大夫地是林先坤发迹后所建的宅院。而另外这座林家祠，则是开发竹北的饶平林氏六派宗亲的总祠堂。林先坤完全依照广东原乡的村社组织模式，靠紧密的宗族力量维系着家族和社区的稳定。从最初的移垦部落，逐步成为一个具有老家风格的乡村，这也是台湾移民社会的普遍规律。林家一直会变成新竹这个地方的一个中心了，成为了当地一个很有名气的那个大族。清朝以后还赐官给他，赐了给他7品官。乾隆52年，林先坤组织新竹义民军，协助清军平定林爽文事件，随后创建新竹北埔义民庙。如今，这座庙宇已经成为北部客家人的信仰中心。地处穷乡僻壤的福建汀州府，从康熙末年开始，前往台湾谋生的闽西客家人不绝如缕，其中以永定县人数最多。永定下阳镇思贤村这座祠堂是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的祖祠。吴伯雄的祖上是在咸丰6年来到台湾。这边就是我们永定县下阳镇的思贤村，这里是八角亭。以前呢，我们那个整个永定人过南洋去台湾，这里就是必经之路，他们都要从这边经过下阳到这边来，这边从这里去到广东茶阳，从茶阳走水路
到潮州汕头。吴伯雄先生呢，他曾祖父啊，带着他的22岁的妻子，还有他的祖父5岁，那是台风他的年轻的妻子就烧到水下去了。这是一段伤感往事。因来到台湾而失去母亲的吴荣弟，后来在桃园中立造就出台湾相当具代表性的大家族。广东梅州白渡镇创乐村也有一户姓吴的人家，80年来3代人来台湾的经历，同样令人感伤叹息。乾隆44年，20岁的吴维信因为家中贫穷，东渡台湾来打拼，只花了10年功夫就创下丰厚的家业，真的应验了那句话：台湾钱淹脚目。吴维信10年挣到的台湾钱，一举就改变了吴家几代的贫穷命运。但吴维信的儿子吴远生却不是个守成之人，挥金如土，10多年时间就坐吃山空，败光了父亲留下的一切。但纵有千般不是，吴远生还算是个好父亲。他对儿子的教育可说是不惜血本。为了让儿子好好读书，他专门盖了一座启英书室，其中存放了他替儿子购买的书籍，多达数万卷。为了买书，他甚至不惜卖田，以至于成为当地的一个笑话。道光22年，倾家荡产并且背负了庞大债务的吴远生，为了躲债，带着儿子来到台湾。多年之后，吴远生的妻子蔡氏由长媳陈氏陪护，踏上了跨海寻夫的路程。他们走的是正口，从广东跨省走过福建，200多里崎岖路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厦门。顺利拿到官方的路条，再顺利登船出海，一路又是顺风顺水。看见台湾像一抹云彩，历历在目，而亲人重逢团聚的时刻也就在眼前了。请之由怪风起东北，一手赴西向，瞬间改变命运，东渡变成了西归。西归更遭遇一系列劫难，被勒索、遭抢劫、帆船落水几乎淹死，使同舟100余人皆变作乞丐行径。再从厦门走上回头路，蔡老太太再也走不动了，只好坐进一个竹筐，有2人抬着前行。这上百人的乞丐驻列，经历漳州、南靖、平和、永定、大埔，终于回到家乡。一路风餐露宿，困顿流离之态，口不能言，笔不忍述。这个女性来台湾的故事，由蔡氏的儿子、陈氏的丈夫亲笔写出，也就格外具有一番真切和苦楚。他是吴子光，台湾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一位文化大家。从祖父吴维信挣到了台湾钱，到父亲吴远生花光了台湾钱，钱来钱去，最后换来的是吴子光的一肚皮学问，而吴子光又把他的学问在台湾传授。自道光22年来台后，终其一生，吴子光都在台中、苗栗一带以设馆刻图为业，长达40年。门下弟子多俊秀，今天人们熟悉的邱逢甲就曾经是他的学生。同治2年，妻子陈氏来到苗栗铜锣，丈夫授徒讲学的这座双峰草堂，夫妻分隔20年后终得团圆。母亲却没来，她被那次来台湾的经历吓着了，终生再不敢来台湾。吴子光为此抱憾一生。当年的双峰草堂，如今居住着吴子光弟弟的后人。
门上的渤海堂是吴姓的堂号。附近也有一座渤海堂，这是樟树林村的吴姓家庙，他们都来自广东嘉应州，和吴子光算是近亲。墙上挂着来台祖先像，除了历代来台祖之外，还有历代的来台骂。要到台湾难，女性更难，因此台湾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做“有唐山公，没唐山骂”。这话源于清廷的渡台禁令，里头有禁止吸卷这一条。禁止携卷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限制台湾人口的增长，然后让就说你家眷在大陆，你可能在台湾就不容易造反。这条禁令何年开始没有文献可考，但取消的时间则有明确记载。乾隆53年，就是林爽文起义被平定之后，在那个大学士傅康安的建议底下就取消了。那清朝在台湾统治了212年，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是不禁止携卷的。其实呢，事实上有很多唐山妈是有跟过来的。大约在康熙54年，是不许男性吸卷渡台禁令实行最严格的年代。但诏安妇女李慈勤却仍旧自行强硬吸卷渡台。李慈勤到台湾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她的在大陆在诏安的丈夫呢，纳小妾，或者说有外遇。在那个时代，这是男性的权利，司空见惯，但李慈勤却忍受不了。那结果呢，愤而就带领他的3个儿子毅然渡海到台湾去。李慈勤到达的地点在苗栗通霄，当时名叫吞霄，非常蛮荒，但李慈勤却赢得了当地原住民首领的信任。李慈勤就跟当地的土著首领呢签订了一份土地开发的合同。这份合同签订于康熙58年5月，它意味着苗栗通霄镇垦拓的开始。那这份合同至今仍然是苗栗县，至少是通霄镇第一份地契。然后他呢几个儿子呢也都非常的争气，开垦了很大的土地，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家族。作为苗栗开拓的女性先驱，李慈勤的墓地如今成了苗栗县的历史古迹。墓碑上的郡望写着赵邑，也就是他的家乡福建漳州诏安。老照片上的这栋举人厝变成了现代公寓楼。近200年来，台北士林南雅竹巷仔居住着士林望族南雅施家，施千记是其名号。时过境迁，房子变了模样，但祖先的根基施正成千记祭祀工业还留在里面。施家在台湾成为一方望族，与2位女性息息相关。我们知道我们祖上来这个台湾，只有那个女的，带那个孩子来。我们这个最高那一个就是女的。施百炼老先生是南雅施家来台第6代，他的同宗兄弟还有这位施朝辉。南雅施家第1代祖先施廷章，于乾隆末年跟着母亲郑凤娘，从漳州府漳浦县来到台湾，进入桃园山区垦拓。几年下来，虽说收成平平，但郑凤娘为儿子施廷章找了一个好媳妇，名叫李淑善、李追仔。大约在道光19年，施家由桃园迁往八芝兰、士林。李淑善和丈夫拉拔着8个儿女，辛勤打理家业，施家由此日益兴隆。到4个儿子当家后，设立了公字号施千记。4个孩子都不错，大王、2王、3王、4王，读书都读得很不错。李淑善显然教子有方，从这些牌匾就能看出，这是一个富有功名的书香门第。我祖父是在考上以前的秀才，秀才。那么曾祖父
他们听说是那个考上举人。光绪8年，李淑善年满100岁，光绪皇帝御赐的贺礼从北京送达南雅世家。福建巡抚岑玉英为老寿星题赠了这块西朝仁瑞贺匾，世家真可谓大振家声。最后五世同堂的西朝仁瑞李淑善活到了108岁。台中石冈乡大甲溪南岸的这个河谷平原，早在康熙后期就有广东潮州移民到此垦拓，其中多数来自潮州府大埔县。这是石冈乡土牛村的一座客家院落，开基祖是大埔茶阳人刘元龙。这种是来台住年龙宫啊，年龙宫是城市1434住年龙宫，年龙宫七个兄弟，七兄弟，年龙宫排第3，第3。康熙50年，20岁的刘元龙跟着大哥元贞、二哥元成从诸罗、嘉义、北港登陆，来台垦拓，不久就因为发展不顺而黯然返乡。6年后，26岁的刘元龙第2次赴台，从鹿港登陆，但还是因为人生地不熟，当了一阵子码头工人后，再度失望而归。又过了5年，已经31岁的刘元龙带着2个弟弟第3度来台，这回目标很明确，选择从牛骂头、台中清水上岸，沿着大甲溪，总算如愿找到了在台中一带开垦有成的大埔乡亲，终于在石冈土牛站住脚，开始垦拓。刘元龙在这里为后世开基，但他却没有久待下去。4年之后，他再度返乡娶妻成家。从20岁到56岁，30多年间，刘元龙来去无时，候鸟似的往返于山海遥隔的台湾与原乡之间，奔波打拼得很辛苦，却没有见到家业兴旺。但他还是为后代子孙在台湾开辟出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然后大儿子跟二儿子循着父亲的原来的路线，就进驻到这边来，在这边就慢慢的稳定下来。乾隆24年，二儿子刘永顺又把母亲陈氏和2个弟弟全都迁到了台湾。这年，母亲陈氏已经54岁，而刘元龙则已经在家乡去世3年。从康熙50年刘元龙第1次来台，到乾隆24年刘氏举家迁台，这个家族移民台湾的历程，整整用了48年。事实上，只要他们能够落地生根，都会回去原乡，把他的这个老祖母或者是他妈妈把他带过来。刘家从此在石冈定居下来，从一家豆腐店开始勤恳创业。到了第3代刘文静，终于开始发家致富，成为石冈地区有名的垦拓家族。而刘家的发迹，据说与母亲陈氏密切相关。陈氏在石冈住了25年，79岁过世。刘家后人代代相传，说来台妈葬在这里，名叫美人照镜的上好风水之地，可以寅时葬，卯时发。神奇的是，陈氏安葬后不久，当地原住民突然集体迁往内山，刘家一夜之间从他们手上获得大片土地，由此大发。对陈氏的祭祀，成为这个家族一个至为重要的传承。台湾的很多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他祭祀的祖先呢，他很多都是祭祀开台婆、开台婆祖哈。凡是家族里面呢有新丁啦哈，然后刚结婚啦，这个在过年的时候祭祖的时候，开台婆祖都是特别受到重视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生育力的涵养。事实上，我们讲唐山过台湾了哈，在这边肯都是非常的艰辛，2、3代在这边打拼，能够安身立命，有一个家，那事实上是不容易的。要形成一个家庭，到一个家族，到一个宗族，那是更不容易。那我们呢，来台族，他这个兄弟一共有7位，7个兄弟里边只有元龙公，能够成功下来。
但是他6个兄弟啊，早期跟他一起过来在这边打拼的6位来台族的兄弟啊，都没有传人，没有后人，没有后代，都是没有办法在这边立足。所以在从原乡到新故乡打拼啊，事实上是非常的艰苦，能够在这边能够发迹更难能可贵。也许面对这样的目的，后人才能感悟到那句“六死三流一回头”的悲怆含义。这类墓地台湾有许多，叫做万善同归墓，埋葬的是无主孤魂。他们离乡背井过台湾，但却死于瘟疫或是动乱械斗。基隆八堵，已说不准何年何月，50位泉州移民来到这里开垦，这座庙成为他们最后的归宿。这是苗栗铜锣乡西湖村刘氏家族的祖厝，彭成堂是刘姓的郡望和堂号。你可以开单吗？他帮人家挑单的，开单的，开单了。专门开单的。开奶开。是专门开单的。开到个谁给？公路给。那根扁担，后代视为宝物。100多年间一直供奉在刘家这座祖厅的香案上，直到1935年苗栗大地震后不知所踪。扁担是来台第1代刘恩宽带过来的，他用这根扁担创下了西湖刘家的基业。大约在乾隆20余年间，广东陆丰刘恩宽到了台湾，他已经30几岁，还是个单身汉，没受过教育，所有的仅是一个农村壮年男性的力气。还有一根扁担。一些牺牲的没辛苦了，就是你做些单口工啊。有人叫开单了，所以他就这样起家。我太辛苦了，我就在这个池塘沟溪那边了自己搭了一间草寮在那边定居了，定居下来。草寮就搭在这湾池水边，多年辛劳，靠着一根扁担，他积攒了约莫100多元钱。现在他需要有个女人，有个家了。他已经42岁，到42岁脸上跟他做。介绍给他的女人姓陈，年方18，正值妙龄。刘恩宽大他整整24岁。陈小姐她也没有嫌他没有嫌他太老了，太老，他就后来就结婚了。陈小姐没有嫌弃他年老，但他们的婚姻不被看好，甚至遭到不少人嘲笑。没想到这对年龄悬殊的老夫少妻过得很好，扁担挑出了良田，草寮变成了3合院，一个家一天天兴旺了起来。后来就生5个孩子，2个女的。老夫少妻一起生活了38年，刘恩宽活到80高寿，晚景和美，儿孙满堂。刘恩宽没有读过书，但后辈给他的画像增添了几份书卷气。事实上，饱尝了挑担辛苦的刘恩宽，发家之后一直勉励后辈要好好读书。后人也确实争气，简朴的刘家祖祠因这些后代子孙的灯笼、匾额而夺目耀眼。工科博士、物理博士、化学博士、医学博士。这位医学士赵方是刘恩宽的第6代义孙刘兆方，他是苗栗铜锣的一位名医。铜锣火车站边的这座老建筑，当年是刘兆方的私人医院和住宅。时光回到1955年，刘兆方医师遇到一件最烦心的事，他20岁的宝贝女儿刘惠美从这里出走了。
为的是一个男人，而他与这个男人仅仅见面不过4次，相处不到24小时，就凭着100多封来往书信，就让刘惠美擅自定了终身。似乎是当年老祖先刘恩宽那桩遭人讥笑的婚事轮回重演，刘惠美的婚姻更是饱受非议。刘兆芳甚至要跟女儿断绝父女关系，因为她嫁的那个男人不仅一穷二白，而且是个所谓的外省人。那个男人名叫朱西宁，山东人，上尉军官。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渡海来到台湾。从明朝末年开始的移民台湾，骤然间达到规模空前的最高潮，200万人口从大陆一下子涌进了台湾。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后代被称呼为外省人。这个由外省父亲和本省母亲组成的家庭令人羡慕。刘惠美后来成为台湾知名翻译家刘慕沙，朱西宁是作家，他们的3个女儿朱天文、朱天心与朱天一也成为知名作家。对于朱家3姐妹的外公刘兆芳，到第1代过台湾祖先刘恩宽而言，这个结局相当的荣宗耀祖。来台的后裔们，不论辉煌或平凡，往往在祖祠里留下他们对祖先的感恩。祖德东传这类的匾额，在台湾乃至在福建、广东的许多家庙、祠堂里多有所见。11岁的龚正公到台湾来的时候是非常艰辛的，他下无寸土，上无片瓦，是到人家家里去当长工，所有的资产全部从这个土地里头长出来。土地长出这片泸州李家大厝，大厝里后来出了个著名的台湾抗日英雄李友邦将军。这个林平和随他父亲去台湾，林平和当时才16岁吧，就是一个米商，那边呢做佣工。16岁的米店佣工，最后造就了著名的板桥林家，更缔造台湾的一个财富传奇。当时林家将基础的家产变卖了以后，就走过台湾去发展。于是，从福建山区的这间祠堂，最终就衍生出台湾雾峰林家的这片大厝，衍生出一个100年文武世家。到清朝末期，闽粤2省的移民及后裔约达250万，占当时台湾总人口95%以上。移民台湾，使他们改变了自身以及后代子孙的命运。数百万先民则共同改变了台湾的命运，而台湾也成为他们世代相守的新故乡。